Hello，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Hello，宝宝们早上好，是直播吗？早，宝贝。买的书没有明信片，不可能，买的书都有明信片，对吧？啊，普通版没有明信片哦，对不起。哦，只有签名版有明信片是吧？哦，没有明信片是对的啊，亲爱的，我说错了。啊，宝宝们早上好。真是，这个还是不能上书啊？对。终于等到直播了。今天你们那儿降温了吗？有没有降温？好冷。你们有没有降温？速冻，是不是？大降温哈。对，昨天也是，上海也是突然之间降温降了有10来度，然后变得非常之冷。有太阳是有太阳，但是还是很冷，特别特别冷，是吧？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先把关注点起来啊！没有关注的宝宝，先把关注点起来。没有加粉丝牌的，左上角加个粉丝牌啊！加个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对，今天有几个都是第一次用的账号，所以说今天大家能找到我不容易哦。今天大家能找到我很不容易哦。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先把关注点起来啊！我们来开始连麦啦，素颜，对的。你看我这个脸肿的，不是啊，就是天气一变，天气骤变呐，你们敢不敢就醒过来那个人头是懵的，有没有 ？Hello， 你好。可以听到吗？你好，你说。可以听。可以。哦，好的，曲曲你好。你我想咨询的问题是正常婚恋。我在 APP 上认识了3位男嘉宾，就是现在想做一个选择。我先提问。问题1是我希望曲曲能引导我再次看清楚自己是属于看感觉的类型，还是会看条件的一个类型。我知道2个不能两全其美，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走正常的婚恋，让以后的生活质量提高一个台阶。然后这3位嘉宾希望曲曲帮我过滤掉外在的一个光环吧，看看他们自身的一个性格品质情况，就是我想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问题3是，如果曲曲有最佳的推荐人选，那么我后续应该如何相处，并将其他2位嘉宾作为人脉资源。然后我的基本盘是目前22岁，双非本科保送到985的 TOP 10，硕士目前芯片类专业在读。了解到同行的话，未来可能年薪是在25到30起的一个状态。然后长相身材6到7分，性格是初次见面印象是属于热情活泼的类型。家庭背景是北方的新一线城市，
普通家庭，父母做小生意，2套房子，家里有在上初中的弟弟。好的，然后1号男嘉宾，长相很多女孩都很喜欢，然后身高是168，跟我差不多，非常能聊得来，有默契。跟他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属于开心和放松，他也是。25岁，新能源博士在读，2025年毕业，家里有大10岁的公务员姐姐。情感观念他比较看重感觉，认为大家物质方面都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情感需求。在恋爱花米的观念，他认为男生可以多付出，但是女生也要有付出的意识，心意不能认为男生是应该的。然后目前我跟他出来吃饭玩也是类似的模式，他会主动买单，然后我也会付出。另外，我了解到他过往的情感有2段，并且都有过10点半的经历，但他是有这种比较情节和这个责任感的心理负担。但是因为他前女友不是出厂设置，并且有需求，所以他当时属于他自己在内心挣扎，但是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从这一点觉得他还是还是有一点责任的这个情况。另外平时的话，目前就是属于我们2个人不在同一个校区，但也是在同一个学校。他会周内忙于科研，周末见面。他比较热爱这方面的事情，可能未来会进高校或者研究所的这种情况。发展地区没有明确答复。然后付出意识方面，其实我是想对他再进一步考察，但是可能他不太吃我这一套。我就跟他说他想看我好看的照片，然后我说那你先赞美一句我听听，就是想撩他，但他就只回一个表情包不说话。然后也就是昨天晚上刚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我们2个人还没有打招呼说早上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2号男嘉宾是长相正常，身高180，我们同校的数学博士，但是我跟他是老乡，未来规划发展非常一致。目前是打算在毕业之后在超一线工作发展，3到5年再回到家乡的北方新一线城市去争取做管理层的这种方向。然后他独生子，老家的家庭条件能感受到他比我能高2-3个台阶。跟他聊天是正常比较舒适，但是没有上头。微信的话是属于打卡式的早安晚安，他没有分享欲，也不发朋友圈。在交流中，他给我的形象就概括为从小名校长大，同学清北复交，出国留学，老家资源人脉广大，父母阿姨人见人爱的好女婿形象。然后他们家是属于家长双方父母看上之后会撮合2家孩子的这种情况，就是阿姨也很喜欢。付出意识方面他很强，主动买单。巧合下我试穿衣服，他觉得很好看，就是愿意作为第一个礼物就送给我，还问我能不能牵我的手。但是我当时表现就是压力有点大和紧张，但是收了裙子就是婉拒了他的牵手。然后我就又说穿裙子没有搭配的鞋，然后过了2周见面，他又给我买了一双运动大牌的鞋。但是后来我是找人鉴定，发现那双运动大牌的鞋是假鞋，但他平时其实也是穿这种鞋，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我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他是怎么想的，就希望去帮我分析一下。然后行动上的话，我那次运动扭伤了脚，因为我们2个人也不在同一个校区，但是他会很着急给我打电话叫跑腿带药或者是点外卖的这个方面。行动上还可以，情感方面他希望是我们尽快确认在一起的时间，成为男女朋友，再去判断能不能进一步的长久相处走到婚恋。但是说实话，我跟他有一点抗拒的接触，近距离的接触，因为可能我跟1号男嘉宾也在相处吧，所以就是会有一点这样的压力。然后对于结婚观念，他认为伴侣是唯一能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对于生老病死就是有伴侣在身边依靠。快说3号，快点。好的。然后3号男嘉宾是我的前男友，然后我们在一起5个月，老家是一样的，但是他是上海户口，家里资产5000W，独生子，父母在南方有公司，他是中流的985硕士，明年毕业，在上海国企工作，25K，预计表明以后不会回家乡，可能未来10年之后他就会回家继承家族企业的这种。我跟他在一起也是真心喜欢，相处状态也可以，他会主动解决我们的矛盾，是个说到能做到的人。在一起，但是我跟他属于又卑又亢的一个状态，他就是也会认为门当户对比较重要。但是我们是在 APP 上认识的，就是我会以推开他的形式说，那你就去对对碰去。
他了解我家的情况一般之后，就是我会没有安全感，问他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他就会说我家里啥也没有，他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可图的，说我家还有个弟弟，我这些都是劣势，如果家里介绍的话，我们根本遇不到。他嘴上说完之后，不在乎我这些劣势，就是只要求我好好说话，不在乎我付出多少。但是他每次在我买完衣服之后，就会立马要求我回馈他一个小礼物。但其实我是也有付出意识，我会主动的去吃饭买单付钱，就是我的发心也是属于自觉和自愿的，认为我们是相互的。分手吵架的时候，他也就是会说这样说，所以我提的分手，我会担心我不符合他们家的这个择偶框架，所以担心到了婚恋那一步就是会不太行，所以就目前是属于断联的状态。对，然后你描述完了吧？你不要再描述，你没时间了啊！你那个，好，你到底有没有过跟男生10点半的经历啊？没有。你到现在为止没有过是吧？没有。你这个3个人听起来的话，如果光摆条件、摆行动来说啊，2号稍微靠谱点，3个人里面最靠谱的肯定是2号。然后你说这个1号男的找你什么发漂亮照片这种行为，跟你所谓的什么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就是完全不相符啊。就这个男的完全不是你所说的什么很有责任心，跟这压根没关系。又什么这个情节，条件也就那样，也不咋地。完了以后还什么让你发个照片，你没发，他就直接今天也没发消息，就这种就太拉垮了，好吧？1号非常拉垮啊。然后2号、3号嘛，听着条件都还行。3号就像你说的，条件差距有点大。你呢，可以试着去处，但是你现在多大？22。是。你可以试着去处，但是呢，反正你也有时间，因为你也就现在这个年龄，可能对于这种家庭差距大的有点机会，但是机会也不大。然后再加上啊，你这个问题问早了，3个人都是八字没一撇，根本都还没开始，八字没有一撇，3个人什么都还没有实质性的。有些男孩子前面说的再好，跟你把家庭观念说的再好，情感观念说的再忠贞，也就是发生点什么之后可能就撤退了。所以这些东西不能作为参考依据的。我明白了。问早了。但是我就是想，就是可能我希望毕业就属于想结婚的这个打算，就还是希望在学校里头能先确定。想多了呀！我跟你说，你有这个想法很正常，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实往往比较残酷。现实往往比较残酷。你这3个男生都是在 APP 上认识的吗？对，是的。就你3个人都在这种就是反正就是不咋靠谱的平台啊，不咋靠谱的认识渠道，也不是同学，也不是啥的。然后呢，也啥都没有，就是属于啥都没有的一个情况，八字没一撇，明白吗？说什么东西现在都很多余，我只能根据你描述的给你一个大概的。2号听着稍微靠谱点，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在什么相处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听这些东西有点扯啊。那我后面应该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的？正常处就完了呀。就是这3个还正常相处联系。正常处呀。1号反正不咋地，1号不咋地，2号、3号都可以正常处。行。好的。还有问题吗？就这样啊。行，没有问题了，谢谢曲曲。我跟你们讲了的，我们这个直播间呢，还是适合有一定的情感经历、有一定段位的人过来连麦，知道吧？太过于小白的，你们还是先需要在社会上面先去经历一下，先去经历啊。还有什么全是 APP 上认识的就开始上头的，你们这才哪到哪儿呢？这才哪到哪儿呢？你选择了 APP 这种渠道认识人，一上来大概率啊，首先都是遇到渣渣，首先都是遇到渣渣，知道吧？因为渣渣在 APP 上玩，首先也是找你们这种小白兔好拿捏，对不对？都谈着吧，哎呀，也别想那么多了，哎呦，我听到那个第一个我都上头，什么还有这情节那情节，自己都谈过2个女朋友了，自己都谈过实质性的2个女朋友了，还在跟我聊情节，
这种不是稀巴烂呐？这是不是稀巴烂呐？自己谈过2个了，还在跟我聊情节，他妈脑子有坑，真的是，听着就来气。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现在时间是2023年11月7号直播啊，这个日期的直播好不好？大家问我是不是直播的，给你们把日期报一下。来，我们连麦，我们连下一个。要是我们要拿这个情节，出场设置的情节去置换一段美好的姻缘，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往死了跨越阶级做置换好吧啊，你们要是说不要搞这些什么自己又不咋地，完了还谈过好几个女朋友，还有这什么出场设置情节，他哪位？你问问他哪位？你说你是什么大富翁吗你啊？条件不咋地，要求挺高啊。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七七说话。哎，你好。你好，说话呀。哎 ，Hello。我听得到，你说。是的，哎。你信号不好啊。你信号不好，你切一下你的网，来下一个来。怎么连麦？我们连麦是预约制连麦啊，不是当场来连的，大概率是连不上，除非你们等到最后，我们的直播到2点结束，你们等到1点半以后，看有没有人连麦的没来的，你们就可以补一下位。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说。你好，我是金贵的学员。我的基本盘就是今年30，新一线城市土著，外形6分应该有吧。然后出去别人基本上还是会夸是美女，有164，然后标准体重。110有，然后不是特别瘦，然后大学去漂亮国待了2年，然后没有读完本科就回国了，然后国内学历是大专，然后现在在家里公司上班，然后负责财务，然后个人名下资产有300左右吧，然后存款有小几十 W， 然后30多 W 的车，然后没有算先生买的房子的话，估值300多吧，然后我们是正常婚恋，对象进围城的，但是他比我大19岁，我们认识已经7年，然后21年结婚。以前的我恋爱脑，然后吃了很多爱情的苦。2年前因为受身边人影响，就都结婚生娃，所以有点恨嫁，就主动推进了围城。然后我们之前10点半都是非常和谐的，都互相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因为从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然后比较宠爱，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对米的认知也不是很高，然后对花钱也没有概念，习惯大手大脚。然后婚后每月开销大概平均在4到5个 W， 他是给家用，不定期都会给。就是几个 W 这样子，如果是大几 K 的家庭开销会要他额外报销，其实是基本不够我花的。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会花自己的存款，然后还有父母的补贴，加上自己每月不到2 W 的收入，然后每月房贷都是他负责，我不管。然后婚后装修已经花了50 W 左右，也是他出的。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婚后才意识到米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收入税后可能1年也只有40左右吧。然后他的理财某股30-40
30W 左右，然后负担家里的开销，他会觉得有压力。然后我现在面临生娃的问题，他比我大这么多，然后再不生娃的话，以后可能在孕育小孩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很辛苦。我一直很恐惧这个问题，觉得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生娃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还会有容貌身材焦虑，而且他对生娃的态度一直也很平淡，没有迫切的心情，然后只是觉得人可能终究还是会生个小孩吧，不可能真的就是不要。然后加上婚后10点半频率只有1周1次，然后质量也可能不如那个之前，然后让我现在在婚姻生活里不能很自洽。我找不到理由，就是说服自己能心甘情愿的生娃，但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他的品行还是很善良，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还是狠不下心扯着快乐症。我们平时感情还是挺好的，只是过于平淡，然后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委屈，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然后我说完了，大概就是这样。你现在你自己1年有多少收入啊？每月的话大概2W 不到，但是父母一般会补贴，你父母的经济实力，你父母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你自己养娃吗？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可以，但是我会觉得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在你不愿意跟这个男的扯快乐症的情况下，你只有自己放平心态，自己养。如果你指望这个男的，你是指望不住的，因为人家1年就40个，你指望出天，他也就这么多，对不对？现在不是说他给你不给你的问题，他就这么多。你本来就是家里还比较养尊处优的女生，如果你指望这个男的能够给你足够的物质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是实现不了的。所以你要生娃，你有你的生娃焦虑，你就只能靠你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指望他，等哪一天你对这个人彻底的那个消耗殆尽了，你对他的感情彻底的消耗殆尽了，那你自然而然的也就放不了手了。现在你放不了手，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有感情，有期待，但实际上在你们生活很多的磨合当中啊，慢慢的你所有的期待会消亡。有一天你不期待了，可能你就觉得无所谓了，你就把这个人扔了，你就无所谓了。但是你不要指望这个男的他能给你足够的物质支撑，他就这么多，你捅破天他也就这么多。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扯了快乐症的话，以我现在的就是这个，我能找到什么样的男嘉宾呢？能找的都可以，是这样的啊。其实呢，就像你说的，本质上也不在于说他到底有多少钱，而是在于你其实是完完全全是因为跟这个人的那方面好选的这个人。就是说他其实他能给你带来的最大价值是这个价值，对吧？但是如果一旦他这个价值不达标了，不够额度了，你很快就不能自洽了。因为这个是你选择这个人的可以说是唯一价值长板，明白吗？所以你找男人呐，就是这样的。要不呢，你要找一个年龄还处于一个正当年，对不对？人家30出头是吧？人家还有多少年的路，哎，可以跟你慢慢2个人慢慢耗，慢慢玩，对吧？可以玩几十年。你要不然你要找一个爹爹，你就要找一个特别有的爹爹，对吧？他给你这方面的东西，让你自己觉得，哎，虽然说那方面吧下了桥了，但是呢，总归是吧，买能够填补一点我内心的这个差距。现在你的问题就是在这儿了，你找的这个爹爹他本来就这个年纪了，他就面临着身体素质下桥的这个年龄，你要的唯一在他身上的那个长板，现在还有1周啊，一回，以后就没有这个频次了，而且很快，时尚很快，知道吧？那男人的中年危机一来临，他也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嘛。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在生娃之前，我想让他给我换一个50W 以上的车，这个要求会过分吗？然后我跟你讲啊，你不明白的点在哪儿啊？你始终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衡量他应该有什么付出。如果他不按你的想法付出，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就是你的错误，知道吗？你现在跟我聊的这个天就是我想让他给我换一辆53，你觉得过不过分？我跟你讲，你没有任何一个要求是过分的，你所有的要求都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在于这个男的他认为我没有必要这么做，就是你们两个人不一致，想法不一致，懂吗？他就不是一个，就是第一，他对生娃没诉求，他压根儿就无所谓这个事儿，是你对这个事儿有诉求，你的诉求，你怎么拿着你的诉求去找他提条件提要求呢？是你想生，不是他想生，是你想生，你还想着，哎，我生娃之前我让他给我搞个这，我让他给我搞个那，我让他给我搞个什么补偿，我让他给我搞个什么保障，他可以一句话，那你就别生了，我也不想要那么大压力，那你自己的诉求又耽搁了呀。不是他是想生的，他只是不着急，他无所谓呀，小姐啊，他无所谓呀，他是看你想嘛，他也可以配合，就这个意思。成本搞高了，他就不想搞。我是可以做到不生的。那就不谈了呀，那还聊什么呢？那就开心完事儿呗。那就其实还是要跟他正面沟通一下这个生娃的问题到底是怎样弄，是吗？沟通归沟通，但是呢，我对你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你不要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年龄也到这儿了，收入也不可能再上升了，这两个东西就定死了的。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的下滑，以及收入的可能很快过不了几年，他连现在这个收入都拿不到，这个是定死了的。你在这个东西定死了的情况下，再去考虑有什么东西是可解决、可协调的。你这边的东西是可解决、可协调的，你还有你的父母，你还自己还年轻。他那边的东西很多东西是不可解决不可协调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学历是大专，然后虽然我不用去外面找工作，那我还有必要提升一下学历吗？是弄个专升本，还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去读 MBA 之类的呢？读书看你是为了什么，好吧？如果说你是为了赚米，你可以直接先去想想怎么能赚更多的米。如果说你现在只是觉得啊，我出去认识认识人，提升提升圈子，那读书也可以。好吧，好，就这样啊。好的，拜拜。好。她也是属于比较单纯的这一类女生，知道吧？但那男的比较大，19岁是吧？我们正常的来讲，在我们直播间能听个半年往上的，不可能找一个一年挣40个比自己大19岁的，除非这个女孩自己是一年挣4000，不，一个月挣4000，是吧？这个女生她要一个月挣4000，她可能能找个比自己大19岁的，年入40万的，对不对？她自己的这个条件，自己家里也算个小二代，不说什么很那个，但也算个小二代这种。她找个比自己大19岁的，完了以后这个婚还能结成，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说明她父母也是个糊涂蛋，是不是？这换别的父母肯定拦着她不让她搞，肯定是打死不让她结这个婚，是不是？这说明她的父母对她吧也是属于比较溺爱，也不咋管，你开心就好，主打就是开心就好的成长模式，不干预，对不对？哎，反正书吧，想读就读，哎，不想读算了，是吧？你混个大专，结婚嘛，想跟谁结跟谁结，哎，虽然我们不喜欢，主打不喜欢，但是无所谓，你开心就好，是吧？他全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太多的主心骨，没有自己的框架，父母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过多思考，所以说这个女生她本质上来讲就是太单纯了，很单纯。对于很多东西呢，就是当下的那一刻的冲动跟激情会扰乱她非常理性的判断，然后到最后你们这样的人到最后就是这样的，很容易产生怨气，知道吧？总是觉得为什么别人这样不这样按我的做，为什么别人不那样按我的做？其实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的。你一定要知道，你选这个人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个东西，是吧？它就是这么个基本盘，它不可能改变了已经。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跟你们讲，人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你选了就不要有怨气，你选了就没有人欠你的。不要说是谁答应了你，谁承诺了你，谁忽悠了你，何况你看在他的这个故事里，人家也没忽悠，也没承诺，对吧？完全是你自己在脑补别人应该给你什么价值，往往你自己脑补出来的这些东西跟别人实际上愿意付出的东西是完全不对等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想要别人不给你就觉得亏，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多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多了，因为我想要，所以别人必须给，别人不给我就觉得亏了，是不是这个心态？其实娃是自己想要的，根本就跟别人没关系。你觉得他应该因为这个娃给你更多的支持，但他给不了啊，对吧？他给不了啊，你不能让他做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啊。秦大爷刚刚说我不直播的时候你天都灰了是吧？你平时每天在干嘛？不看我直播的时候在干嘛？你怎么不跟着我跑呢？我们那么多的女粉都跟着我跑，你看你们男粉就不跟着我跑，男粉不忠诚，男粉就是没女粉忠诚。撸铁，你身材很好吗？那发个照片这个事儿算了，好吧？发个照片这个事儿算了。来下一个来。你好，哎，你好，你好，听到吗，曲曲？听得到，你说。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跟男嘉宾是在 YC 认识，蓝颜知己大佬的一个情况，在一起4年，然后对方比我大20岁，然后我的颜值应该6、7分，我现在31岁，我们在一起4年，然后口罩原因我就没有出去工作，他每个月给我3W，4年的期间差不多花了400个，然后他当下应该有7、8个小目标，然后他现在是上市的第1阶段。然后他，因为我们2个经常在海外分隔两地，然后他目前有新的情况，别的女嘉宾，然后找我有借口的提出几次分开，我没有答应，他就用冷暴力，然后前2周他又再一次找借口提分开，然后我就起跳就闹了，我就说你现在这些行为就是在逼我走，然后他的意思是不想给米的情况下撤退，然后我就说我会闹到他很不愉快，结果第2天他就360度大转变，对我嘘寒问暖，然后说要 DIY 粉球，说见我家长安抚我的一些话。然后现在我觉得我不想跟他就是继续了，可是我的诉求就是怎么跟他分开或拿一些米。找得到，见不见得到人？见得到。见得到人，那就见面的时候直接聊。因为他像一个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蛮算计的一个，因为他之前答应给我的股份，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说让我低价的那个花米的情况下购入，然后给我答应买的车变成用公司的名义节税去买，跟他原来答应我的不一样，然后我就知道他现在在画饼。不是，这人本来他就不是个大方人，本来这个人他就不是个大方人，你不用思考那么多，知道吗？他不是个大方人，你只能当着面揪着他搞。你要是说想跟他远程怎么搞，那都搞不了的。也好好说没有意义，好好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他现在就基本只有正常的早安晚安就没有。说白了，你对这个人来说啊，你并不能够形成真正的威慑，
他呢骨子里呢本来还是个比较抠的人，也不大方。你们之间呢常年的异国，本身他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就是各个条件他都不达标。那现在因为他现在提出这个安抚我的，我感觉也不会花太长时间，所以我想再抓紧。他安抚你，他只是怕你，他只是因为你就像你说的，他可能要走上市啊，走这个走那个，他怕你真的搞得他很难堪。越是这样，你就越是要出现在他面前，你要跟他当面那个，他可能当下没办法，可能也就拿一些出来了。但是你这么搞，你这么跟他呼着聊，肯定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跟他当面直接说提要求就分。对的。就应该要怎么跟他开口，或者用一些什么会比较可以拿到比较多。就是说，我也知道你不想跟我好了，你也别跟我扯那些东西。你是说我们在一起4年了，这个事儿不可能不了了之。你说你说个方案，你就这么跟他讲，你说你说个方案，然后他说了，你再说你的想法嘛，你想要多少嘛，你给个数嘛，完了以后你们俩就掰扯嘛，拉着他不让他走嘛，你就这样啊。就简单明了的就可以了。对的，因为这个人他本来就说白了，人家对你没有太深的感情，他只不过是不想让你有太多情绪化的操作，所以在这个忽悠你。明白。好，谢谢。好的。还有问题吗？好，就这样。我知道了，他这边他是主要是判引流。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好不好？大家要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大家都要进一下我们的首页粉丝群。今天是2023年的11月7号，天哪，2023年都要过完了，2023年都要过完了，妈呀，已经11月啦！我的发带你们不懂，我就是要这样，就多少看着有点壮，这样的话你们比较容易停下来，知道吗？你们还会评价我，这就对了。啊，有多少宝宝买了这个啦？有多少宝宝看过了已经？有多少宝宝已经看了这个你就是光了？看了的打个看了，我看看。看了打个看了。大家觉得这本书怎么样？你们还喜欢吗？你们还喜欢这次书里边的内容吗？还没发，慢慢，我们反正就是2周之内肯定陆陆续续的所有的货都会发掉的，第一波的所有的货肯定都会拿，大家都会拿到手上的。还没来得及看，很容易读完这本书。如果你们很开心，很带着很激情的态度去读的话，估计1天就读完了。因为很薄，都是我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小故事。很容易读完。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看大家的感受是，他们会觉得曲曲变得更立体了。因为可能我一直在镜头前面给大家展现的都是一个军师的一个形象，出谋划策，都是听别人的故事，然后讲着我们的一些处理方案，对吧？但是这本因为他讲了我从小到大的一些成长经历，能让大家比较鲜活的看到我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的一个小孩，然后成长到今天的一个情况。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它都会延展出我在当下很多的感悟，可能很多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体现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想法反思，然后大家能看到比较鲜活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是这个我不能称它为自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写自传因为我觉得自传应该是要更厚重的一个生命才能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只能说这个算是我
前面这些年的一个自我介绍，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如果未来我再往后走个10年，走个20年，再去沉淀出更多的故事，或者说我离我更远大的理想有更进一步，对吧？我们从一个做女性成长的博主，然后慢慢的去成长，然后让越来越多的女生在我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是平台之下，获得了你们想要的那种幸福，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的收获，然后最后大家都能够说，哎，曲曲你曾经给了我什么什么样的帮助跟力量的时候，这个辐射范围足够广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才谈得上所谓的写自传这一说，现在还谈不上啊。但是这次这个书如果说畅销的话呢，我很快就会开始再出第2本，我很快就出，所以说完全就看这本书它的这个售卖情况怎么样啊。来，下一个连麦，下一个连麦，大家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不要走丢哦，怕走丢的宝宝们一定要到我首页的粉丝群啊。Hello， 你好，你好，说话。Hello，曲曲，我以为我今天连不上你。你还很早啊。我刚刚还在填申请呢，对。你说。我特别开心今天能连上，我是最近然后知道曲曲的。就是最近也看了曲曲的很多课还有片段，确实颠覆了我的很多认知，就改变了我以前很多错误的想法。然后我也写了一份稿子，我把我的这个基本情况说一下。我今年是26，然后目前是基本在家。我是有基金行业的兼职，时间自由，但是收入不太稳定。像去年的话，收入就是10个左右。然后我在外人看来是一个乖乖女，就是比较温柔顾家的类型。我的对象他是41，他之前进过围内。他之前那个围内的话是没有球，他是创一代，年收入是100以上。我们俩都在超一线城市，他是一个就是在外人看来是拼事业、孝顺、很顾家的创业者。他现在每个月给我2-3个米用于日常开销，就有一些多余的米会放我这边，但是不多。这些米最后面其实一般都在日常生活中用掉了。我们呢是在一起6年，第1年我们的10点半是非常和谐的，自从这个查出来这个球之后，我们的10点半的频率就断崖下降，一直到现在，这个不和谐已经有4年了。我们目前共有的财产是3000的房产，然后手头上的现金就是日常开支，没有太多的存款。他前段时间想跟我扯那个假的快乐证，原因是他公司有债务，他怕牵连家庭，所以他想扯，然后也写了快乐证的那个协议，就是把资产都给我，最后是因为我不同意，所以没有扯。最近我发现他跟2位已婚的女下属的亲密关系，其中女下属 A 的话是发现了暴露的聊天记录，他在上班期间让 A 去他办公室发生10点半。这是 A， 然后女下属 B 是跟他创业多年的这个员工，在我跟他认识之前，他们俩就一起创业了。他认识之前，他就在情人节给 B 发过暧昧数字的红包，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断了。今年他又开始给 B 发暧昧数字的红包，平时他跟 A、B 都会发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也会给他分享什么搞笑视频啊，就互相的都会发。另外呢，发现他开过几次临时的房，最近一次是今年我和娃都不在他身边，他开了一个在家附近很近的钟点房，就是特别不正常。然后最近是3年，他平均会给 A、B 每个月1到2个米的转账， A、B 也有少数转回几个米的回款，就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操作，是 BY 还是公司套现或者其他的，就不太懂。然后我现在是已经发现1个月了，但是目前没有起跳。我发现，然后后面其实也找了律师，我情绪可能还相对稳定，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稳定。他也很可能知道，就是很可能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这个 A、B 2个人的事情。我现在呢就不太清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是应该直接起跳还是继续储备粮草，所以想听听这个曲曲的建议。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的要求，先把这个快乐证扯了呢？把资产全部弄到你这来再说呢？是的，原来就走这个路径啊！原来没把这个事情给捋明白，现在重新捋一遍不就完了吗？对，但是我又重新跟他提了一下，他现在又好像犹豫这件事情了。那所以说你还是对他们现在公司的情况到底不清楚嘛？还是拿着这个点每天说，你说还是不行啊，焦虑啊，再把你爸妈牵出来，就说我妈妈又说不行啊，焦虑啊，还是这个得安全呐，因为我们家就靠你一个人在外面打天下呀，你这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跟孩子怎么办呢？你就天天在搞，知道吧？只能往这个点上说。那我现在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嘛。其实已经走流程了，现在是已经过了那个30天的那个冷静期了。对啊，你们协议都签了嘛？协议要等正式领的时候才能，正式扯的时候才能那个签。哎，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安全操作落地，知道吧？别能扯忽悠啊，别什么快乐证扯完了最后协议还没签，那不完犊子了。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他现在不太想扯了。我说了呀，还是天天念呢，这个不行，这是一定要搞，对不对？无非就是再加一把火的事儿嘛。他本来就在这个点上，他有动摇，他本来就想弄，他想弄不想弄，想弄不想弄的，对不对？那你肯定每天要给他煽风点火嘛。对，行，那我这个会继续操作。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公司的这2个 AB 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去处理这个？你处理不了，他们只不过是2只地鼠，懂吗？懂什么叫地鼠吗？不太懂。就是打地鼠啊，你玩过那个打地鼠吗？我知道。它不过是2只地鼠，知道吧？没有太大的，就是不是什么所谓的竞争者，也不是所谓的什么竞争对手，它就是2只地鼠，还有无数只，你去操这个心操不完的。明白。对，然后他找的这2个 AB 也都是围内的，不重要。你这个男的呀，他是我们见过的太多了，我们现在看的不要了，这种太多了。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呀，但凡有点小成绩的男的特别多，是这样的，不是 PC 就是搞这些乱七八糟，他总是闲不下来啊，停不住，知道吧？你去管去搞，无非只是让他藏，但是他不会没有。我是建议你别折腾这些事儿了，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别折腾了。你主要是把财产弄过来就完事儿，别的都不重要。对，我现在也有球，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财产跟球都握在手上。对啊，你就赶紧把这个财产的事解决掉，别想着那2个地鼠的事儿了。2个地鼠，你看到2个的时候，下面已经成千上万了。天哪，这件事情已经困扰我1个月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扯快乐证的事情最后面达不成的话，我还有其他备选的比较好的方案吗？为什么会达不成呢？我觉得你只要软磨硬泡，它一定能达成。而且你只要沉得住气，你把每一句话都说的它确实发生的问题的点位上，比如说你的公司怎么你现在怎么样，对吧？你有什么债务，你这个问题我们有多么焦虑，每天晚上睡不着，这些点天天说，他这个达不成的概率是很低的。他本来就有这些事儿，这男的本来心里他就为这些事儿在打鼓，知道吧？拿孩子说事儿，知道吗？然后你要忽悠他呀，你说我们把这搞完了以后，你说到时候我们再付，但是现在这个事儿还是得弄。你说我想了半天，你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每天想这个事儿，不行，还得弄。你说你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不是你的后盾吗？不是你的支柱吗？想尽一切办法忽悠。是的，我现在是有点前后矛盾了，因为原来是我不同意扯这个证嘛，也是当时那个我感觉就是傻。我跟你讲，你的问题不是说不是他不愿意，知道吗？是你不够坚定，你压根不坚定。
你天天坚定很坚定的情况下，从早到晚的说这一件事，他怎么可能不愿意呢？他自己本来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你自己不坚定，你自己没想明白，说出来的话都左脚踩右脚。明白。那他，我觉得我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有 AB， 可能还会有 CDEFG， 我是不是接下来应该更多的参与他公司的事情？因为原来我主要是在家，然后做经纪行业的兼职，就我也不会去他公司，就跟他就是基本上在公司也会保持距离。他公司一年能够有多少的营收啊？前几年是就是口罩这几年是有负，然后最近是在刚做完融资。你可以啊，可以参与。如果他让你参与的话，当然参与更好了。但我跟你讲，你这种男的呢，其实吧，倒也不是那种在女人这件事情上面花大米的人，知道吗？他就不是这么个人物画像，他不是这么个人物画像。你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你也别管他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你也只是管你该管的钱的部分、财务的部分、公司的运营情况的部分，你把这些事儿搞明白，你也别去管那些女的的事儿，知道吧？明白。对，他曾经也特别搞笑，他曾经就说希望我做章泽天那样的女人，就现在想想，你这个男的，我他妈的现在见这种案例样本，每天恨不得要见10个，行吧？啊，就这样啊。好的，好，拜拜。好的，谢谢。我跟你们讲，这种是怎么？为什么我说他这种男的反而啊，他不是那种会给女的花大米的人，知道吧？你不用想着他要在哪一个女的身上进行无序的投入，然后把自己的情感搞转移了，他们压根就不是这样的人物画像。他们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花小钱搞一堆，他们是这种人物画像的，明不明白？他要不呢就是搞些什么围内的啊，好忽悠；要么呢就是搞些什么钟点房的，便宜。他就是这，他走不出第三个路径。他们不会在女人身上投入很多物质。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为什么有的男的他会在一个女的身上投入很多很多米，对吧？但是有的男的呢，他就会找很多很多女的。但是呢，他其实跟每个女的投入都不多，他是个什么概念？我跟你们一换位思考，你们就懂了。你们女孩子啊，是不是也分两种？有钱的女孩子啊，也分两种。一种呢，你就是会愿意花几万块买一件衣服，对不对？但是呢，你买的不多，你就隔三差五的买一买，对吧？一买就是好几万块买一件。有的女孩呢，他就喜欢把个便宜货啊堆一屋子，天天换，天天扔，是吧？一买一堆，而且跟他这个人本身有多少钱没关系，明白我意思啊？他就是消费理念的问题，他就是整个价值观跟消费理念的问题，明白了吗？他就是说白了，就是他在他的世界，在他的认知当中，他认为所有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觉得没区别，他就看个款式，穿个好看了，就再好的衣服，他也觉得3天2天他就腻了，他要买一堆，他反正就是喜欢换。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是的，有的人他就很讲究什么品质啊、品牌啊，然后这个衣服能够给他带来的那种就是高级脱离于别人的那种感受啊。两种人他其实他差别在哪？他就差别在于他的消费观，他在这件事儿上他压根就不认为这件事儿需要他这么去花，他认为我花同等的米我会有无数。其实呢他们一年到头可能都花了那么多，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堆量，懂了没有？他就觉得反正到底里子里头都差不多，这个东西成分元素材质都差不多，他觉得我用起来反正差别也不大。听懂了吗？
他就是这样。我像他这个男的，一看这个人物画像一清二楚，所有的外面的边缘的这些啊，边缘的这1、2、3、4、5、6，没有一个能花着他大米的。花不着的。所以你们家要产生什么财务动荡啊，他一定不是说他给很多女的花米，他不是的，他只是自私，懂了吧？他不是说因为给别的女的，他也不存在说什么情感上的，他的物质跟着情感做迁移了，他压根就不是这个人物画像，他净搞些便宜的，他就是纯就是搞个性价比，搞个以量取胜。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大家要进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进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就不会跟我们走丢，好吗？又要品质又要质的这种，它要达到非常高的，首先它要达到非常非常高的收入量级吧，资产量级首先要到位，对不对？说实话，想要又有量又有质的，你没个几十个小目标真的搞不了，真的搞不了。我跟你们说，在这件事情上，那就是几十个小目标打底，是不是？要不然的话，这可不是真的是个衣服嘞，这是个活人哦。活人他是有自己的意识的，他是还会去创造的，知道吗？他会去创造，不断的去创造他的需求缺口。这的我就跟你们讲了，这就像一个打开了的水龙头，一旦这个水龙头一打开，那你可不收不住啊，你也不知道这个水龙头它会开成什么样。你真的身家上来了，你又大方，对吧？然后你又愿意找好的，这些女孩子在后面，她还不是拼了命削尖的脑袋在那争，她生1个，我生2个，她生3个，这么搞。你那个水龙头，你没有个几十个小目标做打底，你都玩不转，知道吧？来下一个。Hello 曲曲，Hello 你好。你也听得到是吧？你说。Hello 我听不到了。现在可以？我听不清，你的信号不好啊。现在可以吗？好，你说。好，我说一下大概的背景。我是00年本科，然后男方呢是74年，他的身家应该是在20个小目标左右。这个是我在，因为这个网上都有公布嘛。然后我们是在 YC 认识的，认识不到10天吧。然后他目前是付出了50个左右，因为他知道我来 YC 是为了要读研究生，之后呢，他就问我需要多少学费，然后我就说大概100个吧。我当时就随口一说，我没有想着他会要给我，然后他就说那你来我的城市，我给你这个学费。后来在我去他城市的前一天呢，他就说我先给你50，然后等那个 offer 下来之后再给你另外一半，然后我也就同意了。然后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了他的城市嘛，就发生了10点半。第二天早上他就主动转给了我这个50W。之后他就问过我，他说有没有什么想要问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想说他就会自己说的嘛，我就什么都没有问，所以目前他是否在围城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的诉求是除了这100个学费之外，我可能还需要每个月拿一些生活费，所以这个具体要怎么开口，什么时候开口，金额大概多少比较合适，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还有2个问题我要一起说完，还是说稍后再说？为什么你会想去找他要生活费呢？因为他是说在我去出国读书之前这段时间就陪着他嘛，那可能读书的话要到明年的10月份
才能9、10月份才能去读书嘛。那我这段时间的生活开销，我在想要不要问他要一些生活费这样。我是不建议你们走这个路径的，不建议你们走要生活费的路径。哎，你重新连一下，你这个回音太大了。你重新连一下，回音太大了。虽然说很多人都会谈生活费，但我跟你们讲啊，就谈生活费这个事儿啊，本质它就有点 low。真的，生活费这个事儿啊，一开口，实际上它就有点 low 了，已经就 low 了。就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脱离不了这个事儿的本质，它就是 low。叫什么？Hello， 现在有回音吗？好，继续说吧。我是不建议你开口要生活费的。你看这过年，对不对？过年呐、过节呀、生日啊，干嘛这些节点呢，都可以要大红包，都可以要到。或者你想要什么东西了，你看中什么东西了，对吧？拉升一定的情感基础。然后其实每一次开口，因为这个人他能一上来，他能跟你已经怎么样了之后给你打50个，首先他的行为啊，就是会侧映出他这个人本身，他是个大方人，而且他说到做到。对，知道吧？他既然他是个大方人，且说到做到，那么我有什么必要非要把自己的嘴脸搞得这么难看呢？这样的话就会让别人心里产生消费不舒适，知道吗？你也有看过我们的金棍吗？不好意思，还没有来得及看。因为我们里面有讲过这些点了的，就是针对一个本身就愿意大方这种付出的人，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体现出很多的这种薅感的，知道吧？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客户薅没，因为他首先啊，一个人他愿意付出，一定是基于他自己觉得心里很爽、很舒服，对不对？爽与舒服，他是基于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来决定的。这种他自己觉得他们这种人，他会有一种什么心态呢？他会觉得你很难遇到我这样的大哥，他会有一种这种心态，他会觉得，你看啊，你怎么能够遇到？你看你一个 YC 出来的女孩子，跟我2个人怎么着了？第2天我立刻能跟你转米的这种，你遇不到我这种男的，你遇不到我这种大方自觉的男的，他会有这种心态。如果你一跟他谈生活费，他就会觉得，难道我的这个动作你没有 get 到我是这样的人吗？他突然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那个优越感没有了，因为他认为你没有识别出他跟别的男的不一样，在他们眼里他们有鄙视链，他们会觉得别的男的都是那种吃干抹净的白皮的，而且说话不算话画大饼的，我就不一样，我一上来夸，我说怎么搞，他会认为你不应该把我当做一个非常伯乐的一个状态来看待吗？你怎么一上来还要跟我提这种东西？虽然他可能会答应你的诉求，但是呢，这个口一开呀，他就会心里不舒服，他就觉得这个人没智慧，他会这样，他会觉得你没智慧，他又会觉得你低看了他，所以他就会搞得不舒服。那你后面在花这个米的时候呢，每个月呢小敲小打的又很难受很累，可能他搞不了2-3个月他就撤了，因为他觉得你没价值。明白了，好的，谢谢。还有第二个，还好问你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留学嘛，因为我最近也在申请学校，包括留学，我也有跟他去聊这个事情。我是在纠结去美国还是澳洲嘛，因为以我的成绩的话，去美国去申请比较好的学校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建议我去美国，因为第一的话呢，他在美国是有公司的；第二呢，他也会经常待在美国那边。他认为我去美国的话，可以更好的去开阔眼界。他也有说了一句话，说等我在美国留学结束之后呢，他可以协助我在美国创业。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句话嘛，能不能够实现还不知道。虽然说这个留学的费用是他出，但是我还是想让这笔钱花的比较有性价比一点。那如果说去澳洲的话，我是可以申请的。肯定是美国呀，那还用说吗？美国跟澳洲这还用选？好的，你下次好好学习一下。好好学习一下。对，你把金棍好好学习一下。好的。那第3点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太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是否有违成，这跟你有啥关系呢？我不需要问，对吧？对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做出一些超越自己身份范围的事情啊！
明白，我现在就是那种乖乖的，然后也不需要去问他什么都也不要主动去提就是生活费这些东西，是吧？我是这样建议你的，好不好？我是这么建议你的啊。根据这个人物画像，我是不要建议你搞这种一上来就很 low 的动作。明白。我在最后再说一个小插曲吧，因为我刚和他认识没几天嘛，然后我今天都是开他的车出门，然后我车技比较差，有一天我不会倒车，我就叫了一个男生帮我倒车，结果我和他分开之后呢，那个男生就给车上的电话打过去了，结果是男嘉宾的电话号码，他就问我，他说那个男人是谁？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是这个倒车男，我说我的车是停在车位上的，我没有挡住任何人。他就又问了我一遍，他说那个男人是谁？我说是不是有可能刚刚我找了一个男生帮我倒车？我就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之后，他就一个下午都没有回我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我解释清楚了，我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但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些不开心嘛。后来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再提这个事情，因为我之前也虽然说没有读过金贵，但是我也有看了您比较久的直播。像他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出手特别大方的人，所以是不能够让他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忠诚的，对吧？对的。所以这个事情之后，我几乎都是就是主动报备啊，就很乖的这种。我之后也继续这样子就可以，对吧？对的。好，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典型的伯乐男，这个男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伯乐男，典型的伯乐男，出手大方的伯乐男和皇帝男，最大的忌讳，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莫名其妙的引入竞争机制，这个是他们大禁忌，绝不可以。这种男的呀，他们都是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心态。为什么像这一类我不建议大家去聊这种生活费的话题啊？这一类男的，他们就是首先你们要明白人性啊是这样的，所有的愿意主动当大客的人，什么叫主动当大客的人？还是一样，性别调转你们就懂了。你们去家里什么味道？我总感觉今天是有油漆还是什么味道，总感觉你们什么，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去美容院或者是哪里充值，你们要去一个高端消费场所消费，知道吗？就是你们想一想，越是那种愿意一次性充很多钱的人，他甚至都不用你强制推销，他夸夸的就充很多钱的这种人，他会不会希望你他会不会希望你刻意的在你面前去拿着别的客户跟你比？他会不会希望这样？他一上来他很主动，他就呱呱呱的跟你冲，跟你搞，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销售他拿这个客户那个客户那个客户跟你比，你会喜欢吗？不会的，你只会希望什么呢？你只会希望这个销售不停的跟你说那个人也不如你，这个人也不如你，你明白吗？他想要的是什么感觉？他想要的是，你看我一来你们就自动的什么人都不想服务了，只服务我一个。他为什么愿意主动当大客？他不用任何人去逼着他消费，没有任何人去怂着他给他下套，不需要。他只要今天觉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不错，我觉得这个地方口味蛮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服务蛮好，我就自己愿意消费。他为什么要自己消费？他自己主动高消费的本质是因为他要用自己的主动性跟其他人拉开差距。他拉开差距之后，他就希望你给他的那个关注啊就会不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主动性很高的人，千万不要迫使他做什么动作。你要是逼迫他，迫使他做动作，他马上那个反感情绪就上来了，因为他会觉得你还看不懂我是什么样的人吗？还需要你这么搞吗？你这么套路我吗？有必要吗？对不对？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一上来很主动付出这种大佬，你们一定搞明白一个点，就叫服务意识，就这一个点，就是服务意识，就是从头到尾就让他觉得我无比的珍惜，知道吧？就是觉得我靠，我好不容易遇到你这么个人，我特别的珍惜，我觉得你他妈太好了，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有你这个人我都不看别人一眼，我也不用跟你提任何要求，因为我知道你什么都会做。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给他感觉，
他能从你身上感觉到，你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这种天然大客，知道吗？不用跟他去提1、2、3、4、5，然后把他搞开心，他只要开心，他自己就夸夸下，就是这一类的。不要把这种人搞废了，知道吧？一旦遇到这种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那些小店，就是那种消费不高的地方，他们就留不住大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销售习惯不好，知道吗？越是小的地方，越是消费，这就是营销这种低端客户的地方，他越是喜欢强制性跟你搞，他越是喜欢跟你好啊，强制性销售，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这样的，就是他们这种销售习惯不改变，他永远他层级上不去，是不是？所以说像你们这样的姑娘就是这样的啊，她从 YC 出来的干嘛？身边的女孩子都这样啊，我要跟你交我生活费，我要跟你干嘛？我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个都这样，他们个个都这样，他个个都没有办法遇到伯乐男，因为伯乐男只跟他搞一回头人家就不喜欢了，人家不屌他了，人家去找下个识货的，人家去找识货的人，明白了吗？他是这个概念。这种只有说什么呢？如果这个人啊，他比如说他是一个本身不大方的人，不是那么大方的，或者说他的经济实力没有强到那个份上，他还在向往着有一天成为真正的伯乐男和皇帝男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成长型状态的一个人，你才有可能说通过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他有点高攀你，知道吗？他会觉得我是在有点够着在搞，我才能追到这个女生的，因为她的形象啊、年龄啊、干嘛呢，可能有比我更好的大佬在找你，对吧？他自己知道，我想成为那样的伯乐男，我想成为那样的皇帝男，但是我今天呢，我又实力有限，只有这一部分人，他才能够吃你这一套。你跟他谈这谈那，他就只能被你摁着脑袋，好，行吧，搞吧，是这样的。真正当他成熟到一定程度，他跟你两个人刚有点什么夸，能跟你打50个 W 的这一类的，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就不会跟我们走丢。好不好？也可以预约下一场的连麦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你好，这是你说。然后，我先介绍我自己，我是在超一线城市，然后我是03年20岁，目前是在读大3，然后长相是7分，然后男方是大佬，年龄40左右，他是有自己的公司，然后也做一些投资，年收入应该有1个小目标以上。然后我和他是在 YC 认识，然后他一开始对我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嘛，然后也邀请我参加过几次局，每次大概转米3到5K 左右吧，然后几次之后就跟我说觉得喜欢我，希望我能做他女朋友。然后我第一次是没有正面回应，然后他又有说第2次，我就默认了。然后那个时候有说好生活费是每个月3个，因为主要是我觉得这几次相处下来，从很多细节能看出来他人品非常好，然后人就是很体面很好说话，从来不去强迫别人，感觉也不会干涉我的个人生活。然后他是有一个自己的园区，他平时会待在那边，然后他第一次要我过去我就去了，本来那一次是说好要那个10点半吧，但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就一直在聊天，然后结束之后转了两个 W， 然后前几天他又邀请我去那边，我就去了，也是聊了很久的天。然后因为他自己是创一代，他就跟我说他希望他花的钱能够投资我，成就我，让我成长，是不喜欢女生直接问他要钱。然后我就不要说这个字了啊，不要违规。对不起。然后我就提出希望能有一个门面，因为门面这个事情我自己是平时有留意的，就告诉了他我的一些想法，他非常爽快的说可以，只要能看到我自己有些努力去推进一下，就可以帮助我指导我，然后所有的投入他来承担。然后这次聊天结束，我觉得进行来还是非常愉快的。我走的时候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帮我打车。然后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次过
过去也是有做好事前办准备，但是不是很顺利，没有成功。然后第二天晚上是给我转了2个，但是什么都没说，我就有点奇怪，因为前天晚上我说到这个话题，他说按照之前说好的给我，就说怎么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他一直没有回我的消息，过了1天，然后也没有回，我就说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让你不高兴了吗？他没有回，包括到现在好几天了也没有回。然后我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不回我？因为我觉得以他的性格，就算是觉得不满意不想联系，应该也会跟我说清楚，或者干脆就把我删掉。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觉得以他的性格他就应该像你想的这么干呢？不是因为那天真的没有出现什么不愉快的地方，他一直没有回我，我觉得挺奇怪的吧，就是那方面都没成功，这还叫没出状况？什么叫没成功？这还不是状况？就是因为也不是我想的嘛。这不管是谁想的，2次都没成功，这已经这个体验感非常差了呀，这还有啥好说的呀？没成功我不懂为什么会没成功，是他的问题你的问题我不知道。然后第一次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吧，然后不是我没有做好准备，然后也不是他，是一些客观条件。然后这一次可能确实是有些意外，因为他其实是喝酒了，然后就不重要。你好单纯啊，你多大呀？我20。哎呦我的妈呀，难怪呢！你看你聊的这个天你压根就意识不到这玩意儿有多重要，你都没意识到这玩意儿的重要性。这些男的出来花这个米找你们这女孩子，他这个是主诉求啊，这个是第一大主诉求。他的第一大主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满足和释放的时候，他后面提的那些东西，那还有什么呢？没有东西可提了，他跟你之间有什么好聊的？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处理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因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没有开始看区区视频，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属于那种你不应该跟我去谈这些，就是你只要让我觉得你这人是他就是想找一个清纯的，然后就是比较乖的一个女大学生。他就觉得只要你这方面是 OK 的话，我会给你，然后你就是不应该跟我去谈这些。但是我一开始就是没有想好，然后就感觉没有处理好吧。不是，你好幼稚，你再多在社会上面荡一荡吧。就是这根本就没你想那么复杂，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啊，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他就是这玩意儿没成功，就是觉得没意思，就是花了这米干嘛呢？下头了，懂吗？就是你聊的那些东西，聊的那1、2、3、4、5，他也愿意聊，他们可愿意给女孩画大饼了。就是男的在给女孩画大饼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可开心了，他看着你对他那种憧憬啊、崇拜呀，哎呀，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发光。这个东西不影响他承诺对不兑现，那是他自己的想法，他后面的事他可以后面再说，这个并不会影响他当下的感受。他就是这一个事儿，这个东西不成功哈，这个主诉求不成功，他就下头了，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个付费关系，明白吗？我知道，但是因为我觉得当时他没有表现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时他接受了。我就跟你说你幼稚嘛，那还能表现出来，那不得要点脸？那确实。我就说这个社会上的课你慢慢上，知道吧？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的，跟你们脑子里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东西它就是很简单，它的答案非常简单。我也没有太多经验，就是你还是回去上班吧，而且找个大客户好不好？这男的也不咋地呀，这谈的这个价也，对，因为当时我没有想谈价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是说的很委婉嘛，就是因为他确实就是这人怎么说，他以前是做教育的吧，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很喜欢跟你说，不是那种。就我不知道怎么说，但其实我也见过挺多，但我觉得他还是属于人品比较 OK 的那种。但是我感觉他不喜欢就是按照每个月去谈，他就是喜欢。你闭嘴吧你！比如说投资，你别胡扯，留学啊，或者你别胡扯了，你别跟我胡扯了，你全都跟我胡扯，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在跟我胡扯。我跟你讲，你对这个人根本没有判断，你判断不了。你不要说你能判断，还判断人人品，你凭啥判断人人品？你跟人见过几回，你判断人人品？跟你聊了个野天，你判断人人品？跟你把饼画的又大又圆，你判断人的人品，你咋判断人家人品啊？你们判断不了，你的段位判断不了，你能判断的就是这，懂吗？这个东西最好判断，你出来就是搞这的，你不是来搞别的的，你还跟判断人人品，你干哪行啊？你到底？
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不用说，你这不用，你不要思考，你思考多了啊，想多了，知道吧？没有那么复杂，我已经跟你讲了，没有你想的那些1、2、3、4、5。那我现在就还是去换新对象，对吧？对，你该干嘛干嘛去，知道吧？我跟你讲，你们还很年轻，又年轻又漂亮又清纯，对吧？哎呀，大佬多的是，你们又在这种场子里面，大佬多的是。你要找就找那种一上来能哐哐刚跟上一个小姐妹这样的，知道吧？这个才有意思。你搞你这个东西没意思，小敲小打的，完了还搞得自己自我怀疑，没有价值。不要听人家画大饼讲故事，什么给你开店没意义。对，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一整个人设什么的，就是没有立好。你有个屁的人设呀！你个 YC 还讲人设，不要讲这些。你不要想这么多，你就该做好你的服务，做好你的服务，该漂亮漂亮，该开心开心，该可爱可爱，完事儿，知道吗？谁给你抛出橄榄枝，你就听着，哦，挺好挺好。什么东西以什么东西为认定的条件？以实际的，懂不懂？以实际的，你真的要喜欢我，你真的要跟我在一起，我才20岁，对不对？我才20岁，我其实出来就是想赚钱呐。我就是想帮我爸妈呀，我就是想上学啊，我就是想赚米呀，我没毛病啊，我就想赚米呀。你能给我什么呢？就这样啊，你能给我什么呢？懂不懂？就是更直一点。如果下次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是这样去做，就是怎么去应对呢？就是按照刚刚你说这样做。对啊，你能给我什么呢？就这样啊。可以。对吧？人家一上来他就要有个基本额度，什么啥还没有呢，就开始谈什么每个月给你给这有什么好谈的？你还不如出来做主播。我说个不好听的话，没价值。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推翻你讲那些东西？你讲那些东西没价值，放在这个人思考，放在这个人身上思考很多余，听懂了吗？好。那就是下次如果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也有遇到过挺多这种情况，然后这一次是我确实感觉可能我判断失误吧，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的感觉还可以。我说完了啊。那我也没有别的问题了。你们很多，我跟你们讲，20岁的女孩子啊，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是老油条了，知道吧？很蠢，我跟你们说，真的很蠢。就你再怎么，就是比同龄人出社会啊，是吧？你是出社会出得早。你出社会啊，你见过的人是的，你在这种场子里头晃了一段时间，你肯定晃的人比别人多，你肯定看的人比别人多。但是我告诉你，毕竟你才20岁，你最早出社会你几岁？16岁出来好吧？我打你16岁出来，你也就4年，你觉得4年你能见得完这个社会上所有稀巴烂的案例样本吗？你见不完的，知道吗？何况我一听你说话，你也没出来那么长时间吧？你这一说话也没出来那么长时间，对不对？你们很多20岁的姑娘啊，你就是放简单一点，你一定要想着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比你聪明，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念想，一定抱着这个想法，就是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脑子都比你活，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段位都比你高，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比你聪明，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想玩弄你于股掌之间。这么思考问题，你的定位，首先你的定位就定对了，首先你的警戒线拉的位置是对的，明白吧？你别哐哐上头，因为你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啊，就是可能在你们跟同龄人交往的时候，你们也许会觉得自己对同龄人进行降维打击啊，对那些20岁的男孩子，你们可能觉得你们能把他忽悠的团团转，是吧？哎，拉拉扯扯的呀，每天在那发神经病啊，是吧？忽冷忽热的呀，哎，掉情绪啊，你们可能觉得啊，你们20岁的女孩子，你们觉得我跟男的之间相处，那我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那是你们没有跟这个社会上的老油条真的去切磋，他把你卖了，你也帮他数钱，我告诉你，晚上都不是一个套路，知道吧？晚上都不是一个套路。你们一起的那些男孩子吧，顶多就是谁先发消息，谁先回消息，谁先打电话这个问题，是吧？我断不断联，失不失联，你跟不跟别的女的玩，我跟不跟别的男的玩，无非就这些问题。这些社会上的人呢，他们一上来首先就跟你讲故事，明白吧？
他首先用故事打动你，他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你就被忽了，你就被忽悠的团团转，你脑子都少儿麻痹了，知道吧？你根本你一听，你觉得我靠，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能够这么为我着想的男人。他跟你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他跟你讲完他的几十年之后，他还要跟你规划你的几十年。他把他的几十年规划完，再跟你规划你的几十年。这些东西小男孩是讲不出来的，他自己也没活个几十年，他确实讲不出来，对吧？他这些老一条讲得出来呀。他跟你先介绍他自己的几十年，他跟你讲他奋斗史，完了以后再跟你讲，哎，我怎么规划你的几十年。然后你一听，哎呀，这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啊，我要扶摇直上了，是不是？全傻叉，一个不落，全傻叉。所以你们首先把自己的定位搞明白，你就是个小白兔。你别管你今天是在 YC， 你在哪儿，你在哪里你都是个小白兔，哪里你都不更改你是个小白兔的人设。你别管你是个什么身材，哎呀，这里大那里大的没用，这里露那里露的没用，你化个烟熏妆没用，哎呀，我每天搞得性感的不得了没用，知道吧？无论你看起来是一个大学生的形象，还是一个很蛇蝎女的形象，还是很风尘的形象，不影响你底色都是个小白兔。别管你觉得你能把那个同龄的男孩子玩团团转还是怎么样，不影响你就是个小白兔。你记住了，你用这个心态你再去跟他们那些老油条结交，明白吗？你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看你表演。我主打就是看观赏，知道吧？我主打就是鼓掌啊，好厉害！然后你来，我主打就是你来，你带节奏，你带节奏，是不是？我要看什么，我就看我实际看得懂的，我的那个零后面的零有多少个，我就看我后面的零有多少个，别的东西我都看不明白，反正都挺牛逼，听着他妈都挺牛逼的。是不是？你也挺牛逼，你看，哎，我觉得这些大哥都好厉害，好厉害呀，对不对？你看什么？你就看，哎，这后面有几个零就完事儿。这个东西它就能让你年轻的时候既少的，就是说最少的上当受骗，最少的就是说耽误时间啊，就是不要绕弯子，不要兜圈子，这个就最简单。要不然你们就正常点，是吧？找同龄人啊，谈恋爱干嘛的，走谈婚论嫁的路线都没问题。你们要是想搞这种事情的，千万别给我动脑子，不动脑子你就是最厉害的，大智若愚，明白吗？不动脑子你就大智若愚了，你那个脑子一动，越动越废。在你认为自己很牛逼的情况下，思考出来的那种，压根儿就在那些人眼里都跟三脚猫的功夫一样。你说你动什么脑子呢？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大家一定要进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如果想要预约连麦也要进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啥叫装傻？你本来就傻。那孩子说，那我是要装傻吗？你们不是装傻呀！哎呦。你们其实是在装聪明，还装傻呢，还以为自己装，你们是在装聪明，在那些人眼里你们都是在装聪明，还装傻，你需要装吗？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你好，请问能听清楚吗？可以的，你说。哦，是这样的，我今年30，等一下啊，我今年30，刚硕士毕业，原生家庭稀巴烂，外表6分，然后现在有了5个月了，然后他是46，扯过快乐证，是顶级985的本硕，非常有手段的一个人。本来他的资产有一个小目标，我和他的开始非常稀巴烂，在一个交友的 app 上认识的，在他以结婚狂的姿态猛烈攻击下沦陷，然后被极低成本持有2年，并且我们在一起没多久就同居了。我之前也没见过世面，就是被他的光环吸引了，以前也没有看到过你的直播。他
他的性格很高傲很宅，我们在一起半年之后他就不工作了，因为他靠投资就有大几百万的收益。然后这2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24小时在一起，我可能非常缺乏父爱，对他感情本来很深。我知道他一直没有断过在网上聊 S， 但是我都自己消化了，觉得他这么抠这么宅的人也不好找。然后今年7月中旬就查出来有了，我明确要，然后他勉强就默许我生下来，看得出来他不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说让我夹掉。一直以来我的核心诉求就是和他有个孩子，因为他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抠，但是唯独对自己的娃非常舍得的人。然后结果在我确定有了的1周后，他投资的项目爆雷了，他有大几千个在里面，他当时崩溃了，哭了好几次。在确定钱不能回来米不能回来后，他就劝我夹掉。那时候2个来月了，我不肯，他也没有提任何补偿。后来他越来越坚决，我没有办法了，就告诉了我妈，然后我妈在电话里面就要他补偿150个，他直接挂了，然后我妈就杀过来了。现在就是我们3个一起住在他家里面，然后我妈后面要100个，他也没有同意，就是哭穷，只肯给20个，然后我们就僵持在这里。期间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事，他吃了一些苦头，我偶然结识了一位他很佩服的小姐姐，小姐姐很正义，在这位小姐姐的背书和劝说下，我们算是和平安稳的过了2个月。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他们又从上面打听出来的消息非常不乐观，就是他赔的那大几千个，最后可能只能回来1-2千个，他又崩溃了。这时候我已经就是4个多月了，他劝我去夹掉，在各方压力下勉强同意赔100个，让小姐姐来做我的工作。他现在就是想和前妻复合，他前妻也是快50了，但是他有稳定高薪的工作，复合的话他的经济压力会小很多。他前妻也是这次暴雷事件才知道这个前夫还有这么多钱，就是他扯证的时候是跟前妻隐瞒了他真实的财产状况的。在他的哭穷下，现在他前妻真的以为他山穷水尽了，其实他应该还有5000个。现在他们的蓝娃，他们有个蓝娃的教育开支也是在前妻在出，以前都是他在出。然后那2天我就觉得很绝望，整天以泪洗面。他看到我那么伤心就一个惊叹气，后来他还是不断让我夹掉，我们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我说我就要生下来，哪怕毁了我自己我也要生。他说遇到我非常倒霉。我原本是真的打算一条路走到黑，我们大概冷战了1个礼拜，他的耐心逐渐耗尽，然后开始赶我和我妈妈出门。他现在是看软的不行，就开始给我来硬的了。他不敢动手，但是他现在就是不让我正常的生活，不让我看书，也妨碍我休息。就是你要么提个价，我接受了价码，然后去夹掉，要么你要生你就出去生的意思。然后昨天在1v1老师的指导下，我和他提了200个，他扭头就走，然后在地球上说我狮子大开口，还说我某诈，叫我们立马离开，不要逼他赶我们。后来几个小时我们都没有干嘛，就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我这个人也是非常没有出息，可能就是那种害怕被抛弃吧。我后面又去求他，我说不要补偿我们结婚，他就是哭穷，并且非常不耐烦。我后面就彻底死心了。但他这个态度就是我和我母亲已经很难在这个房子里面待下去了。我们这种情况，他应该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让我们离开他这个房子。请问曲曲，现在这个局面，我已经5个月了，我是本来是很不想夹，然后100个我又觉得就是无法接受，现在估计还会再杀价，我有什么办法？他还有可能从他那里拿出更多吗？愚蠢，太愚蠢了，真的太愚蠢了，怎么会这么愚蠢呢？做事情，小姐啊，你首先消执念呐，你首先是消执念，你别跟我谈多少米的问题。你这么执意的做这件事儿，你首先有没有想明白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你告诉我。可能就是想跟他深度绑定开始。很好，为什么要深度绑定？为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要米吗？你不过就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嘛，你还能为什么呢？但是他对我非常抠，我是说得好，说得好。你想用一个球把这个男的绑成长期饭票，为什么？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你认为他虽然对谁都抠，但他对他的娃大方。
这个是你所有一切起念的那个点，因在这儿，因在这儿，达不达得成？你这个球，现在你告诉我，你这个球就算落地了，你认为他会不会对这个球大方？不会了，很清晰吧？我认为这件事不是到现在才清晰的哦，不是到现在才清晰的。首先，你最大的愚蠢就是在于你中这个因的时候就没中明白，最大的愚蠢在这儿。你认为他对他的娃大方，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就是他的蓝娃一直是上的国际学校，每年大概40多个开支都是他在承担。每年40多个很多吗？第一个问题，每年40多个很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这个球，他看不看他球的妈是谁的面子？他到今天为止，他还想着跟他前妻复婚。他到今天为止还想着跟他前妻复婚。他到底是在为这个球买单，还是在为他有可能还能回去有一个退路买单？对，愚不愚蠢呐？你们在想一个问题，所以我前面就这么讲，你们这些女孩啊，最忌讳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聪明，一个比一个蠢，知道吧？你在中这个因的时候，这个事儿你都没看懂，然后那个执念就下去了。你觉得我好聪明，你看我就比别个女的能拼，为什么？别人都看不懂，他觉得他抠，那我看懂了呀，因为他对球大方，你看懂个毛？你看懂？你屁都没看懂。所以你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动手，你就没动明白，这个人他就达不成你的目的，他根本无法达成你的目的。你跟他前面那个小孩的妈压根没有可比性。你是他的退路吗？你此生不会是他的退路，只会是他的负担包袱。你怎么可能成为他退路呢？如果你不是他的退路，他怎么可能买这个单呢？根本不现实。你这个球一落地，只会成为你自己一身的石头包袱，背着上路吧。我们呢在直播间里头啊，你这个球4个月了，我没有办法跟你在这个点上跟你说怎么处理呀。我们这个公开场合，我们不能讲这个东西怎么处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要的目的达不到，这个是肯定的，你要的目的达不到。现在我建议你啊，立刻见好就收，这个人给多少拿多少，一天都别拖，拖多一天，你们觉得是在吓唬谁呢？恶心谁呢？你恶心得了谁？吓唬得了谁呀？对不对？你现在你有没有跟他那个前妻联系过？没有。最后一条路啊，找到他这个人的位置，站在他们家楼下跟他说，我要跟他讲，让他不要答应跟你复婚，我要告诉他你还有5000万，你就站那儿跟他聊，懂吗？这是你最后一条路。无论最后这个结果是什么，你想要200也好，你咬死啊，他跟你讨价还价，最终100到200之间这个结果结束，这就是你最后一步棋。除此之外，你不要再做任何动作了。而且这个事儿到这就打住了啊！你这个事儿再拖，你就把自己给拖死。明白了，好吧？我有他前妻的联系方式，那我是先你现在不能告诉别人，你现在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人家？可以。对呀，那就行了。你现在不要真的说，你只是站那儿，懂吗？啊，行，好吧，就这样啊。你再下去跟你们育英老师把我的方案跟他沟通一下，好吧？好的，谢谢。所以啊，我跟你们讲，你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只看自己想看的部分，对吧？只看自己想看的，压根儿不看别的。人特别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当中，对不对？当你希望一件事儿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你就会暗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当我希望这个男的是一个愿意为求付出的人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这个意识。
找无数个理由支撑我的观点，所有不支撑我观点的东西全部选择无视，对不对？其实道的它根本就不是基于现实理性去分析的，而是基于自己的执念。在他的执念当中，他希望这个男的能为球负责，这样就能支撑他把这个球落地的这个行为了。丧心病狂，我这说4个字叫丧心病狂，懂不懂？是不是丧心病狂？实际上啊，这个男的到底有没有这么大资金缺口都是个问号。我告诉你们，但只是说这个事儿呢，跟他这个事儿没什么太大关系，我也是不想聊，知道吧？很有可能都是一场局，明白吗？这男的为了逼你走，可能早就是在做这个局，把他自己说他妈痛哭流涕的，怎么就那么巧呢？啊，天天都好好的，一到你这球来了，他就开始了，哎，这不行了，那不行了，这没了，那没了，怎么一切都发生的刚刚好，是不是？但这也不重要，这也不重要，对吧？但是可能你能把控到他说他想去跟前面的这个负这个事儿，你应该是可能是有东西在，你才会这么说的。我告诉你，他还没聊到后面那一趴，他就说到什么，他第一句开始跟我讲，他说他认为他是一个对球很大方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男的其实就是对他的前妻有念想了。我告诉你们，事出反常必有妖，所有的逻辑啊，它一定都是能闭环的。一个人的行为轨迹，他一定是能闭环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对所有的人都抠，我就对我的娃大方的。我跟你讲，哎，这样的人还真不多。这抠啊，他他妈对全世界抠。抠是一种生活态度，明白吗？抠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是一种价值观体现。他就是对所有人都抠。你以为什么？抠的人他对自己娃就大方？你们再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生活当中的人，有没有自己亲戚朋友抠的？他是不是对谁都抠啊？他如果对谁都抠，你却看到他对一个人大方，包括啊，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男的，平常对你抠的要死，他跟你说他给他前任付出了多少的，我给我前任拿了300，我给我前任拿了600，哎，我前任从我这拿的，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理由，就是他的那个前任给他带来了巨大价值，他是在做价值置换的动作，明白吗？生意人他给回扣，懂不懂啊？他给提成，给回扣，给分佣，给股权，他都搞这。到你们这儿故事变味儿了，他这个故事啊讲了100遍，他就变成真的了，是不是？我们看的那些鬼，哎呀，那些对碰机构也是的，说话完全是不过脑子的，就是跟为了套这些小姑娘进去，跟他们说什么这个男的啊，以前给他那个女朋友付出了多少，给这个付出多少，给那个付出多少，完了到这儿，哎，分批不出主打陪伴，然后你以为是你的问题，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那个人选择性告知他那个米是怎么吃，他只说了那个米的金额，没有说那个米的属性，懂了吗？任何一个人永远只看他怎么对你，你不要想着他怎么对别人，他怎么对别人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别人背后给他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利益，你都不懂，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些男的，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每天看的案例啊，只有比你们的想象更难以接受的。你们不要觉得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好像听的故事觉得算假的，你们在直播间里头能听到的故事已经算是低级版的了，我只能这么跟你们说。到我们那个后面服务过的案例里边，长期服务的案例里边，只会有更不可思议的故事。你们知道有很多男的呀，他都是跟女的共同创业发家的，知道吧？他们共同创业，但是呢，他就给这个女的洗脑啊，到最后股份是他的，公司是他的，最后他一脚把那个女的踢了。其实这个公司原来刚开始就是他们2个人一起办的，他一起办这个公司，是不是应该有人家一半啊？
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把别人踢了以后，总不能1分都不搞不出吧，总得有个说法吧，象征性的跟别人给点补偿。可能他那个公司都要干上市了，知道吗？他跟人家给个什么300万、200万打发，好多都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啊，哎，女人没能力的吗？你们觉得女人没有能力的吗？女人但凡不是恋爱脑，女人但凡不上这个男的的套，但凡不是恋爱脑，她好好出来干，怎么？她是缺胳膊少腿还是怎么着啊？没有的。他们找这些，他们跟这些女的之间啊，是这种利益共同体关系的时候，人家真的是为他卖命啊！你想想看，得多爱这个男的，我跟你共同创业，我这个股份不要，那个名字不写的，你得多上这个男的套啊，对不对？他把持着你的感情，控制着你这个人的精神状况，相当于是，然后让你为他卖命，懂吗？很多时候这个里边这个女的她都是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但到最后她这个公司做的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这女的一直就觉得哎呀都是我们俩的，都是我们俩的，都是我们俩的，结果呢工商上没你，都你的，你跟他有屁关系啊？最后那些男的呀，公司要上市了，他这女的他不想要了，他出去再找别人结婚，打发你，这个时候把你打发走啊，他不把你打发走，他后面那个婚结不好啊，他找更强的呀，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身份牛逼了呀，他找别人结婚，他再把前面这个女的打发掉，他怎么办？多少得给点吧。然后这些女的本来就被他拿捏了好多年，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那个前妻不是一样的，他刚刚这个到现在了还在信他手上没东西，这么多年50岁了还是个恋爱脑，是不是？50岁的恋爱脑，他那个前妻不是的，还在信他手上没有，啥也没有，已经准备接纳他了，已经准备让他回家了，已经，对不对？所以你们听到的故事啊，都是这个男的想让你听到的那一部分，他说的呢也都是事实，是吧？哎，我跟我前面那个在一起，哎，我给了他多少米，我给了他300，我给了他200，他没说，他公司从0干到几千万，多少个亿，他给了别人200万、300万，他没说人家跟他共同发家、共同创业，他没说人家最重要的业务资源是别人拉的，最大的关系是别人家里爸爸顶的，他不跟你聊这的，他只跟你聊他想告诉你的那一部分，懂了吗？再别跟我这稀里糊涂，愚蠢至极啊，是不是？要来早点来啊，要问早点问，别到4个月了再来问。你把我顶到哪个地方去啊？你把我放到风口浪尖上面摩擦呀，简直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啊，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OK， 好，来下一个。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讲的是我自己过去这些年的经历，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怎么成长过来的。Hello， 你好。喂，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我今天想咨询一下，就是正常的婚恋问题。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28岁，颜值6到7分，外企工作，年收入30到40W。211本科毕业，名下有一套房，大概是300个 W， 然后没有车，手上有存款40多个 W， 然后男方基本盘是今年26岁，然后颜值6分，在企业工作，年收入约20个 W， 然后他在漂亮国读书8年，研究生毕业回国以后就业，名下应该是有一套房，还有2辆车，然后他的父母是扯了快乐证的，然后他是跟着妈妈一起生活，然后
男方的家庭条件比女方要好一些，然后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是通过社交 APP 认识的，然后加地球号聊天聊了1个月，然后线下见面了2次，线下见面都是正餐、电影、看展之类正常的活动，然后聊天和线下见面的状态就是比较接近于恋爱的状态，然后男方呢会就是在地球号上聊天的时候会主动报备行程，然后第一次线下见面的话，男方主动和我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家庭，等等情况，然后第2次线下见面的时候，就是在男方送我回家的时候，因为双方没有控制住情绪，有点上头，然后男方就主动亲了我，然后我也没有拒绝，但是没有其他过分的行为。然后事后的话，我有点confused， 然后我就主动向男方询问2个人的关系进度，然后男方呢表示2个人相处很开心，但是认识的时间还比较短，不确定现在是激情还是确实适合在一起，希望时间再长一些，多一些了解，然后希望节奏可以慢一点。然后男方询问就是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回答说我不太喜欢太长时间的暧昧，希望就是喜欢就可以大胆尝试。然后男方回答我说也不会需要太长时间，只是觉得还是不要太着急的好，然后就没有继续聊了。然后这个事情之后我感觉男方好像是有点后撤，就是他就是这1-2天都没有再就是主动给我发消息。然后我的问题是男方第一个问题是男方这种操作是什么意思，然后第2个问题是这段关系如果我想推进的话还可不可以推进，然后怎么推进然后补充一点，就是今天早上我又给他发了一个早安，然后他感觉还是正常的回复，但是没有很主动的去找话题。你们呐就是哎呦，该学习一下好不好？能不能学习一下？咱就说别用你们自己那套打法。哎呦，我在这你们能不能学习一下呀？不是，我都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的，我们在金话里也讲过很多了的，就是玩社交 APP 呀，一定不要主动去跟男生说我们俩什么关系，就这种问题一辈子不要问。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到哪儿了？你知道你这个问题问出来代表什么吗？这个问题啊，它等同于一个概念，你知道等同于什么概念吗？就是这个男的会觉得他是你的择偶范围内最好选择，他是你的择偶范围内择偶视线内的最佳选项，他会这么理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很怕遇到渣男，所以我想说就是能够，如果他跟你说我们就是男女朋友，你觉得这个就不是渣了吗？他就跟你口头确定关系，然后再跟你晚上2个人去那个啥了，然后这个就不叫渣了，他后面就能保证他一直对你持续热情认真了。不能保证。对呀，这些东西是无法保证的，明白吗？你们就正常的约会、见面，释放自己的价值，不要自己去提。女孩子不要去说我们俩什么关系，永远不要说这句话，永远不要说这句话，低价值发言。明白。你现在别搞什么了，你啥也别动，知道吧？你最好是不要主动找这个男的，你不要主动找这个男的，因为你现在做这个动作在人家眼里已经被界定成了一个急于推动关系的动作。之所以急于推动关系，是因为可能他是你的视线范围内的最佳选择。本来你们在别人眼里可能还是个价值挺匹配或者价值挺高的一个女生，但是就因为这些你急于推关系的这些言语，迅速的让他觉得不行，我得冷却一点。别，这个女的一上来他就给我薅住了，这扒不掉，这是最忌讳的。你啥也别干，你就正常，该发圈，该经营，知道吧？该继续玩软件，这个很重要啊，保持你的在线模式很重要。多聊，多接触，以后改节奏，该学习，先下去学习一下，以后节奏全部改掉，不要这样，开心愉快，跟任何人都可以出去约会。牵手，如果对这个男生不反感可以牵，
可以签。如果这男的想亲你啊，哎呀，欲拒还迎一下也可以亲，没所谓。这些东西都不代表你们之间确定关系，也不需要让你做这样的发问。继续往下拖节奏，让他表示，让他抛橄榄枝，让他追求，让他付出，然后你就等，懂吗？等做筛选。我们女孩子一定是要一个做筛选的逻辑，我不是被筛选逻辑，我是做筛选逻辑。我把人都能码在我面前，懂不懂？我看你们谁跑得快，哎，谁做得好，谁帅，哎，谁更吻合我的价值框架，我慢慢看，慢慢选。在这个过程当中，想暧昧嘛，我也可以给你暧昧一点，对不对？嘴巴也可以甜一点，哎，手也可以牵一牵，会也可以约一约，不打紧。明白。好的，那反正我现在就是也不用去管他了，就是如果他之后还要跟我联系的话，我就正常跟他聊。正常说话，千万不要上纲上线。哎呀，别人一来找我了，你又开始了，你这段时间都不找我，这不 no， 这都是废的。你们这些逻辑啊，全是稀巴烂。我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你们对于感情、对于男女关系的逻辑，简直就是混乱的。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不要让他觉得你超越他的速度过度慎重。所以就是我是因为节奏拉太快了，是吧？不要拉，我们不拉节奏，明白吗？我们就是要被动一点。我们不是被动，是什么呢？我永远都是在释放我的好，释放我的美，释放我的优秀，释放我的优质。这个状态能不能找到感觉？我活泼也好，开朗也好，对你说话热情也好，也服务意识啊，我甚至是吃饭给你拆碗筷也好，我都只是在释放我有多么好。我是在你面前转圈圈，懂吗？我是在跳芭蕾，我在你面前转圈圈。但是我从来不会主动的说我们俩什么关系，我要带这个节奏。No， 我跟你很暧昧，我们是反的。我跟你很暧昧，哥哥，哎呀，一天不见我又想你了呢，对吧？我这个话是不是很暧昧？是很暧昧。好。这个男生这个时候，他要是说，那你是我女朋友吗？我说那我不得再想想吗？往后一步，我们是倒着的，懂吗？你们这个动作完全是反向操作，就是我可以，你们是嘴巴上，哎呀，这不敢搞，那不敢搞，那不敢搞，这个不敢搞，完了以后一上来就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你恨不得要把自己打个包，寄个蝴蝶爷送人家里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反着的，我嘴巴上无限撩。我想怎么撩，但是到了真正推动节奏的那一步，我觉得我们节奏太快了，我想再相处，我想再了解彼此，是这样的。明白了，谢谢。好吧，下去学习啊，求下去学习，好不好？好的，谢谢。好，拜拜，拜拜。嘴巴上不要怕，你们真的是完全反向操作，对不对？嘴巴上啊，干巴的要死。别人说点啥，马上没影了，不敢，晚上不敢接话，完全不敢接话。那男的稍微带点暧昧的东西，不敢接话，对吧？我们还没到这个份上吧？你们老是把这个事搞这么严肃，调动不了这个人的情绪，他的情绪不被调动，他怎么会想要跟你当男女朋友呢？你们总是，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讲了的？你们喜欢用身份去定位关系，对吧？其实不是的，关系是用什么定位的？关系是用情绪定位的。就这个人他很想占有你，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好呀？她怎么这么可爱呀？她性格怎么那么好呀？她怎么这么懂事啊？她怎么这么优秀啊？妈呀，她居然还有才艺是吧？你要让她不停的去发现你的好，发现，哎呀，要是我能把她占为己有就好了。因为现在她的这个好可能对大家释放，对不对？她对所有人释放啊，所有人都能看见她的好。又关了，我就知道能播2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封10分钟，还有号吗？换一个播，换一个播，换哪一个？2000份的那个向上管理吗？我能播2小时，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现在就是，你看，我讲点干货，哎，这不行哎，他验证搞不了。还有什么？还有吗？你在那边切换可以看到。你让我在这换来换去的看呐。我们刚刚是哪个号啊？这个不行，疯了。刚刚那个是大女认知。
高位，稍等一下啊。主要是我一上2小时，我肯定得破万。一破万，我们这个直播间它的这个风控的级别啊就上去了。但是我只要一播到2个小时，肯定就得破万。一破万，它风控级别一上去，我呱的就得关。没办法，真的是女明星。他们说我现在是沪上女明星。围追堵截，走哪儿关哪儿。主打就是全封锁。是吧？我刚刚讲明白了吗？我刚刚讲清楚了吗？刚刚对于大家这个节奏大家了解清楚了吗？什么叫只撩不追？是吧？不要反着操作，女孩子要打开自己，展现魅力，松弛自然自信，对吧？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最美的，我就是值得所有人喜欢的，是吧？你跟我说，哎呀，谢谢，好开心啊！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我今天好开心。回家以后我也可以主动给他发啦，对不对？今天很开心哦，谢谢你送我回来哦。今天的电影很好看哦。我们可以，我有无限的这样的互动，但是到了拉关系节奏，哎，这边怎么也？这边怎么关了？这边为什么说我不良啊？这边被关了，还能开吗？哎，49秒，来下一个吧。我们这么凉，很凉了吧？啊，一个例子 ，OK。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是24岁，身高长相7分，原生家庭一般，然后对方呢是42岁，资产大概几个小目标。对方目前是单身的状态，但是没有和前任扯快乐证，因为约定的是小孩上大学之后才处理。但是呢，他们双方都已经有了新的目标对象。我和男嘉宾在一起了1年，他付出了120个现米，承诺买车房，但是因为这几年他的投资不景气，估计呢2年之后才可以实现承诺。但是我目前是带球了，男嘉宾和男嘉宾的妈妈很想要这个孩子，他和前任有2个粉球，想要个篮球，就极力劝说我生下来，承诺会负责一辈子。但是整体是尊重我的决定，本身呢他也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因为经济问题没有给我房车，一直表示自责，强调对我的付出太少了，没有给我名分。然后呢，我觉得自己年龄很小，并且原生家庭不会同意我生这个孩子，所以我很迷茫，想知道你给的建议。迷茫个屁呀，不要生。这有啥迷茫的呀？你多大？24。那你生个毛啊？什么东西都没看着呢？我都没听见，房子车子啥也没有，是不是？没有纠结空间，没有纠结余地。那我直接给他说我不生吗？你不是不用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懂吗？你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东西，人家想要，我想要的东西多了，我想要的你什么都没给我呢，那你想要的为什么我要给你啊？保护好自己啊，姑娘，不要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啊。好，知道了。还有问题吗？没了。好，拜拜。好啊，我就喜欢听劝的，我喜欢你们这听劝的啊，我说啥听啥就完事儿，对不对？最怕那个不听劝的，还自己觉得自己蛮聪明的。今天一上来连了好几个鬼都这样的。就是啊，我跟你们说很简单，是不是？什么东西我们衡量？我跟大家讲了，衡量要什么？是不是筹码？对吧？衡量一个东西的取舍，他在这边总得有东西吧？这边总得有东西吧？这边的东西是什么？是他那张嘴呀，是他跟他妈妈的期待啊！
这边东西是吧？这边是你的娃，这边是他那张嘴，他跟他妈的期待，他跟他妈的理想，他跟他妈的梦想，以及他那个没有扯完的快乐症。What？ 你们啊，不要太可笑，不要太荒谬，好不好啊？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免得错过我们的直播啊。还有想要预约连麦的也是一样，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感情问题。那我先说我自己的基本盘吧，就是我是25岁，然后大专学历，父母都是体制内退休，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做过1年的管培生，之后就一直在杭州做平面模特，然后认识我对象是聚会的时候认识的，起初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米，然后我们就正常恋爱在一起，住了3个月差不多，后面我才知道他跟他的前任女嘉宾没有分手，而且处了将近有11年，然后他就想要我接受这种关系，一直跟我画饼说，就未来如果进入围城的话就2选1，但后面说我的学历我的背景他的父母不太可能会接受，然后就让我去留学，说给我60个，然后现在的说我脑子不太好，不适合出去，然后我俩现在已经处了1年了嘛，这1年当中给我花了将近有200个，就是每个月会给我20到30个，但都是买东西，然后就是付出方面其实挺舍得的，然后之前是因为有感情好，我也没有计较很多，就我觉得在一起开心就好，然后现在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他手机，然后我看到那个女的跟他提了进入围城，他也没有拒绝，然后就感觉有点提上日程的感觉，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那就是人家没想跟你结婚，从头到尾没想过，你也不达标，对，没有进入到对方的价值框架。你有啥怎么办的呀？就是你就说这个话特别好，因为前2天我也跟他聊了个天，我觉得他极度的清醒。他说爱只是他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他需要一个就是跟他平起平坐啊，能够帮助到他的人。他觉得我不是那个人，包括他之前的前女友也不是那个人，所以他觉得这个女的是那个人，所以就一直跟人家保持这种关系。对呀，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也没有给我什么米，然后我就天天闲着，我就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感情应该怎么继续，哎呀，要图什么呀？去留学嘛，继续留学的事儿，你说继续留学的事儿，知道吗？你这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我弄到这儿，你说你的婚不好结吧？啊，你把我搞这儿，你说你也不管我哦，学也不留了，你说我这脑子不行，我脑子虽然说不行，简单的事儿我还是会干，我把你跟别人搓散我还是会的。对不对？我干不了别的正经事儿，我干点不正经的总可以吧？你说你要跟人家谁结婚，你看不上我很正常，我也 OK， 但是你不能不把我安顿明白呀，对不对？你说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男人，你得把我安顿明白呀。该留学，还是去留学，对吧？但是他现在就是不承认，他说他不会，如果会的话会提前告诉我跟我分手。别他妈提前不提前了，你说你赶紧的吧，你就这么，我跟你说你别装，不要装。有什么好装的呢？对不对？你说我很清楚，我不吻合你的择偶框架，就我也不吻合你想找老婆的标准。但是呢，我现在喜不喜欢你呢？我也是喜欢你的。那既然就说到底，你认为我配不上你嘛？那我肯定要变成一个更加配得上你的人嘛，对不对？那万一我留完学回来以后，你又不想跟那个女嘉宾、跟别的女嘉宾结婚了，万一那个时候我价值好了，你觉得我可以结婚了呢？说那我们不是能把我们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推进吗？对不对？我也不纠缠你，对吧？明白，就是我刚才听你直播，你说不要用嘴求，但是我对象就是那种我需要我说我喜欢什么包啊，喜欢什么东西，他才会给我买的人，不然我就什么都没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但是我不想要东西。
所以我就不知道平时应该怎么跟他提怎么要。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跟我该留学去留学啊，让他给米给你啊，给米给你了。你要是不想去留学，你不想跟他好了，你就别跟他好了呗。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这一年当中，就是几百个会比一下拿60个会多一些。他不能给你米，他是皇帝男，明白吗？他不能给你米，因为他要控制你，只能给你打造。哎，把你搞好看一点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哎，你们有的时候不懂一个道理，他给你打造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是为了让你站在他旁边，他不跌份儿。懂不懂啊？说的特别对，是这个消费逻辑，对呀、你们搞得好像你想让他怎么着怎么着，不是这样的呀。你想要花米那些地方他不想搞，因为那个东西对他没价值。明白。好，我知道了。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拜拜。你们总傻不愣登的，总觉得他为什么只愿意给我买东西，不愿意跟我给米呢？我告诉你，底层逻辑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底层逻辑，知道吗？底层逻辑就在于，他给你买任何东西，你不得挎在身上，你不得穿在身上，对吧？那你整个人格调洋气了。你以前是个每个月只有2000块钱的穷女孩，对不对？你父母一个月给你给2K， 你就是那点生活费。你每天从头到脚都是地摊货，但是呢，他一年给你花200个 W 都花在买东西上面了。你想想，那你肯定已经被堆起来了呀。你被堆起来了以后，他把你带出去，他不有面子吗？对吧？你在他旁边，你不是不灵不灵吗？是这个道理啊。你以为他是为了你吗？他不是为了你，他只是不想自己丢脸。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想要预约连麦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其他的东西都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来。我们刚刚直播间已经被关了，一轮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因为刚刚已经被关了。水呢？Hello， 你好。哦 ，Hello， 姐姐你好。你说。晚上太不容易了。那个我想咨询那个普通婚恋的问题。就是我们俩都是在2线城市，然后我的基本盘是我31岁，然后本科展向5分，在那个体制外，然后年大概12个，没房没车，存款就可能就10个吧。然后家里也非常非常一般，还有个弟弟，然后已经工作了，所以家里是没有办法帮忙的。然后男嘉宾呢是比我小1岁，是海外本科，在那个就是待属过，待了可能有快10年吧，然后回国4年，像外企年入30，然后他家情况是他自己有个郊区，我们2线城市郊区小户型的，还在还贷，然后今年刚买了车，存款可能也就10几20啊，都在股票里面。然后家里呢是只有一套那个3、4线的房子，然后有一部分房贷也还在还。然后我们关系是我们处了1年多，都很真诚，然后我们吵架的时候都非常舒服。今年我们见了父母，然后我父母对他是很满意，因为我父母老是觉得就是我年龄大要赶紧嫁出去，然后他父母对我就是觉得就好像一般，但是就尊重他的意愿。然后他的不足是啥？就是我觉得他好抠啊！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就是他最贵就给我买了1000块钱的手机，然后总共付出就是1年多可能就2000以内。
对，有点难受，是不是？我看到你表情了。然后那个我们俩的吃饭就很多钱，可能都花在那个，就是每次吃饭呢都是挺大方的。但是今年就推进关系，我们谈了彩礼之后，他开始吃饭都开始有点抠搜，然后有说这3个月就没钱啥的。然后他平常就是情绪也很不稳定，就是他的抠，我感觉是对所有人，因为他对父母也这样，就是他这个过年他从来没给爸妈发过红包，然后就跟我在一起这1年，然后稍微有点这感觉，然后母亲节给妈妈发了200块钱的红包，然后啥也没了，对，就这种程度的，然后我们俩关系就是因为我就推进关系谈彩礼之后，不是他觉得他老这样嘛，然后也没有太主动再去推进啥的，所以我就经常就起跳，就常常分手。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们俩要不要继续？然后是不是我的价值还不够，还是咋了？就是我很听劝，就可以多给一些建议。我建议你找个条件好一点的男生，反而跟你经济条件差距略微大一点的，比如说他一年能有个50-60收入的呀，说不定人家还不嫌弃你的家境，知道吧？你现在的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你已经表现出很穷酸的状态了，所以你不要说这个男的抠，为什么呢？1000块的手机他怎么能送出来？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手机你是有可能会用的，这是重点，你懂吗？如果你平常自己用的都是大几千的手机，他这个手机他就送不了，因为他知道他送给你你不会用，是个废铁。他之所以会送给你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你会用，这是重点，不是他抠，是他认为你就是这样的呀，你这就是你的生活水平。不是这个当时是我手机坏了，然后他有点就那种不情不愿的，就顺手就别管是情愿不情愿，懂吗？这玩意儿怎么送得出来呢？别人1000块钱，可能别人也就是买瓶那个擦脸的水，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你现在在别人眼里你自己从头到脚可能就是透着的，就让别人觉得就本来就是挺下沉的。他没有觉得他要在这个点位上还要跟你花什么米，他觉得没有必要那我是觉得你自己的情况呢，你要吧别那么想着跟这种人结婚，你别想这些，你自己好好工作，好好努力挣米。要不然你找呢，我觉得你尽量还是找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知道吧？就我这情况是可以，我还觉得想说我是不是高攀他还是咋的，就是我搞不清楚状况。不是高不高攀，女生可以稍微高攀一点，懂吗？你稍微高攀一点，反而那个男生呢，他可能他的素养家教他方方面面的，可能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奢侈浪费的人，但是呢，他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对于你，他在物质上是形成降维状态的，那么他能带着你过一个你相对认为比较舒适的生活，他不会过度的去嫌弃你的家里怎么样。但是你现在找这个男生，他的点位是在于他其实也挺嫌弃你的情况的。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然后因为他一直在想着创业啥的，我总感觉好像是不是他可能想要家境更好的还是怎么样？他有点嫌弃你的情况，什么家不家境好呢？说实话，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条件很一般，那他在找你的过程当中吧，他觉得女孩子嘛，反正你们在他眼里你也是穷女孩，他觉得那找到他也不错了呀，反正他就这么吊着呗，他就这么挂着呗。但是对于结婚吧，他觉得可结也可以不结，无所谓，知道吧？要不就好好证明。然后我也问他，那就是大概在处多久，就是可以领证啥的。他说3个月。所以我在想，我现在的策略是啥？是我也可以骑驴找马嘛，就这样顺着他，还是说这个就算了，就别耗我精力，我赶紧反正自己去找吧。
我觉得你再找找吧，因为这男的确实处着挺不舒服的，就没必要。本来就已经价值就是很普通，你对他价值普通，他也觉得你价值普通，双方都觉得挺鸡肋，也就是说双方的可替代性都很强。既然这样，咱们就不如再多看看，找一个舒服点的。他是不会为你做出妥协的啊，他不会为你做出妥协的。你在他眼里价值不够，他不会为你做出妥协的。就是我没有在他的择偶框架，就这个价值是我的个人那个价值的部分，还是都对呀，就是他有他的一套想法，你有你的一套想法嘛。我都说了，你们双方对于彼此都很鸡肋，就是可替代性太强，知道吗？他对于你就是说你想跟他好，你不想跟他好吗？他换个人好，他觉得也差不多，无所谓。所以你也别想让他对你做出一些很多情感上资源上的倾斜，他倾斜不了。明白了。还有问题吗？没有啦，谢谢。好，拜拜。我老说啊，800的连麦，首先看看这男的值不值，这是不是自己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当你们就是说觉得这个男的800的连麦不值的时候，你就不用连我了，因为等于我给了你答案。简不简单？简不简单呢？啊，800你上来连我这个10分钟，你首先评估一下这个男的值不值。这个男的，当你觉得可能这个男的大概率不值的时候，你就不用来问我了，我的答案就已经有了。明白了吗？我的答案就已经有了，是不是？还问啥呢？不用问了，800省了，对吧？在我看来啊，女孩子啊，要找一个让自己有尊严的男人，这个是底线。就这个人呐，他要对你有尊重，知道吗？你们很多时候呀，活在了一段完全不受尊重的关系里边。你们能感知到吗？这个男的他是不尊重你的，他对于你都没有基本的尊重，你再往下走，你觉得这个关系他能走好吗？唯一的走好的可能性就是你的价值越来越高，你的价值越来越大。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你要跟他好呢？你不能先去搞价值吗？对不对？我能不能先去拔自己的价值？因为你跟他在一起能把这个关系处好的唯一可能性，也是你个人价值提升。你个人价值起来了，这个男的才会慢慢的开始尊重你。那你为什么还要耗这个精力去跟一个不尊重的男人在一起呢？你不如提前先去准备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价值再往上拔一拔。我告诉你们，我觉得尊重是大于爱的。尊重是一个关系里最重要的根。有多少非常下沉的夫妻啊，就是这样，女人在这个关系里感受不到任何的尊重，是不是？没有家庭地位，没有话语权，不受关注，你别谈什么爱了，感觉能够把这个日子往下就皱着眉头往下过都很不错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人生呢？可能是由于你们的原生的环境你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这个氛围所有人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闲言碎语，让你总觉得你要去进入一段婚姻，否则你就怎么样。但是在我看来，人呐就活这一辈子，这一辈子首先有些最重要的东西咱们不能丢，因为丢了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你说我为什么要活成一个否认自己的生命存在的状态呢？对不对？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钟，我是来享受，我是来感受、感知、体验，对吧？我已经知道我进入这段关系是不受尊重了，受尊重是底线，我还要进，那你只会越来越差，对吧？然后所以一辈子都在痛苦。如果这个关系已经导致你一辈子都要痛苦，
那你进入这段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呢？长期的自我否定，觉得生命没有价值，然后等自己有了娃，再把这些怨气宣泄到他身上。不如提前想一想，我怎么能活得更自我一点，对吧？我把收入搞高一点，多交一些朋友，对不对？多去向上打开一些认知，让所有的人起码他不要一上来他对我产生这种鄙视我的态度，对不对？他对我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感，这个是我幸福保障的基础啊。来到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想要预约下一场连麦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否则你们会找不到我的直播间的啊。还有人在说怕找不到更好的，好与不好是什么产生的？是这个男的好与不好？他让你痛苦，他是好还是不好啊？他让你痛苦是好还是不好？你们光去看这个男的，找不到更好的。什么叫好？什么叫好？他再好，他每天在家里打你、骂你、看不起你，那个好跟你有啥关系啊？那是好吗？这是稀巴烂的思维，别给我在直播间发这种言，知道吗？在我的直播间发这种言，你都扰乱磁场。真的，我自己好就是真的好，我快乐就是好，哪怕这个人在别人眼里稀巴烂，但是我跟这个人生活我快乐，这个人都是对的。这个人他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再好，我跟他在一起生活我稀巴烂，这个人都是不好的，都是错的。什么好？好是以我的感受为第一先决条件的定义啊。来下一个来。大家好多人都会说我的名言了，不能作用于我的价值等于没有价值。Hello， 你好。你好。Hello， 曲曲你好。哎，你说。我的问题是，大佬之前呢给了我50个，这是第2次要怎么开口要50个。之前呢咨询过大佬去年认识的，很热情，当时很会给我情绪价值，并自己主动开口说1个月给我50万的生活费，然后我当时不同意，他说让我做他女朋友，我那时候说不愿意，我说让他投资事业，他也不同意，但是后来1年我们就没有联系了。然后2个月前我来到他的城市旅游，然后刚好联系上又见面了。10点半之前呢，他给了我10个，我不同意，他就又补了40个，我怕他就一次性的不够认真，然后就开口要了100，然后他不同意，他说要慢慢相处，说我太着急了，他说不喜欢别人要，他喜欢主动给，说以后会对我好的，然后说实在不行就退40给他，让我留10个。后来半推半就10点半了，那是第1次。当天我有急事就先走了，想说忙完事情2天后去找他，然后他说他在出差，那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说不想我去找他。然后那是第1次咨询，你说可能是因为对10点半的不满意。然后2个月没有联系了，2个月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理我呀？他说在出差，让我过几天去找他。他说好。然后这2天我们约了见面，见面前我就能感受到，就是说他没有再像以前那么给我情绪价值，也非常的冷淡。然后更让我震惊的时候，这是到达城市以后，他都没有让司机接我。如果不是跨城市，我应该会直接掉头回去的。然后见面完以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是对10点半不满意吗？他说没有啊。我说这是我第1次，我说你要体谅我，指导我。然后他说他感觉挺好的呀。然后后来第2次10点半以后，他就让我不要交男朋友，然后下次要买什么特殊的衣服啊，什么黑丝之类的。然后2次的10点半呢都没有雨伞，他让我吃药，我说委屈，他就发了小箱的图片送我，然后他说让我选，我说我平时都是用爱马仕。
我喜欢爱马仕，然后他说今年的配额用完了，等明年就让我发图给他，我可以直接跟他说给我米我自己买吗？然后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我这次怎么继续让他给我50个？我感觉10点半以后他的情绪价值给的越来。Hello。我感觉他越来越少，因为他说不喜欢别人主动要，他会主动给，不知道这是真话还是骗人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明天要走了，约了晚上吃饭，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爽约，我如何让他实现所有承诺呢？这个关系其实我有点不想维护，他是很大方的，但去年的时候还不知道取，没有正确去引导付出，现在我的位置很低，出去10点半的时候他很热情，当他一直嘴上说当我是女朋友，但我行为上觉得没有，出去10点半的时候热情，其他时候很冷淡，所以感情升温不了，所以我这次就说怎样能够让他实现之前的承诺，就是想结束了。你是不是那个30多了的？啊，对，30。我对你都有印象，你知道吧？开一口就烦死，真的，一开一口就是哎呦，又不会又不懂又想搞又是。哎呦，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有这么高的价值，你明白吗？就是你每次你想让我前面要50，再要50，就是你的价值是啥呀？你到底，你没这个价值啊！就我都没有办法认可你这开的这个口。他是这样的，其实50是他自己开的，当时是他自己开的。哎，是他自己开的，人家刚开始觉得，哎，这个女孩还可以，方便面啊，我觉得，但是人家一试完觉得，哎，也就这样吧。然后你自己不能明白自己的价值吗？你自己对自己要有一个自我认知的评估啊！你这个评估稀巴烂，就你没有这个市场价值，明白吗？你没有这个市场价值，你今天出门，你上哪里还能找到个男的一次跟你给这么多吗？你是随时出门就能有这么多人捧着这个东西来供奉你，还是怎么着啊？是这样的，我其实还没满30，我是29，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我几岁，他也没问。你看，我反复在跟你讲一个点，是你自我认知不清晰，你自己不明白自己没有这个价值。就人家给多给少给什么呀？你要有一个觉得啊感恩的心，就觉得啊我还能有这个，人家能对我有这样的付出，哎，我觉得还挺好的。你这个状态就没有，你一开口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天价，我是个天价产品。问题是没有人，就是你有价无市，懂吗？那现在应该怎么处理了？你觉得人家愿意给你送，你就给他发嘛，对不对？你就给他发，你说我想要这个，你们今天不是要见面吗？你就说，我喜欢这个。你说要不然，你说你给我自己去买，你撒个娇啊，这搞点是吧？示个弱呀，搞点这种东西，对不对？让人家觉得哎，吃个饭开开心心的。这男的说不定他也能拿，但是你一上来又要人家给你搞50，然后还心里还想的是啊，我不想跟他好了，我不想跟他好了，我这要这个50撤退了。哎呦，你哪位呀？这男的本来也不是那种非常爽快的人。那就是今天我不能跟他要50，只能说那你答应给我的这个我自己买是吗？对啊，你就直接这样说。你说你之前不是说要给我100的，你说还剩50没给我，你说你也不用另外再给我买包包了，你说你把这个给我自己去买包包，你说你把剩下的50给我，你说我自己去买包包，然后剩下的我就当下个月的生活费了。你先这么聊，软一点好不好？别觉得别人该你的，别人欠你的，你是个讨债的。那曲曲就是，他其实没有说要给我100，只是之前他说每个月给我50，然后上一次我说那你第一次先给我100，然后他说不愿意，他没有说给我100，他只是说每个月给我50。这不是他到没到第2个月，这不是已经到了第2次了吗？到了第2个月了吗？你不是我已经教你怎么开口了，你就按我的1比1的说，好吧？好的。你不要再来连麦了，你下去1比1，好吧？真的，你真的不要再来连麦了。我这个脾气我都受不了，知道吗？我特别烦你们，就是自我认知不清晰，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老师脾气好啊，你得去折磨他，好不好？你就问问他啊，你找让老师每天帮你想办法，行吗？反正你们不管多么不切实际的诉求，我们老师都会硬着头皮帮你想办法。我呢之前已经有1v1过，但是我觉得
没有。那是的呀，我都说了，硬着头皮给你想办法了，把我都搞崩溃。那其实那就是我跟他说，你之前不是答应每个月给我50是吗？你答应每个月给50，那这次是，你就说，你说你该给我生活费了，你说你该给我生活费了，你说我拿着我的生活费自己去买包，我说你不用再另外给我买包，你说我拿着生活费自己去买包，剩下的我还当生活费呢。像这样讲，然后讨价还价，看看人家怎么说，不要那么硬着搞。明白了。就这样。妈呀，不要再连了噻！上次我就是说的他30了，没谈过恋爱。我说别人30搞雌竞的都已经退休了，他30了准备出来冲。我就说他嘛，我的印象深得很呐。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要吐血的那种连麦对象，有的时候也蛮气人，就把我气的，我真是把你气死快。我说别人女孩子30岁的走雌竞的，30岁都退休了，他老人家好，30岁还没谈过恋爱，现在准备出来冲雌竞了，准备出来冲大哥了。你看，从来没谈过恋爱，这男的是第一个，我都记得，我没冤枉你吧？我没说错吧？唉。你们这玩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是怎么评估的？通过什么做评估的？我就觉得我值，我就觉得你这男的一夜就给我给50，然后给100，你是什么？你是个什么材质？你是个什么橡皮？你，我真是服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橡皮？我说是不是？话糙理不糙吧？谁认可你的呢？谁给你标的？谁告诉你的？你值？他还知道爱马仕呢，我平常都是拎爱马仕的。我就拿这个东西给你打比方，你是不是就懂了？人家要的是专业度，人家找这么大的女孩子为了啥？为了就是你是一个这么大的一无所知，这么大的个傻白甜。这么大的无脑选手，他是要他不是能去找那个22的，他能不能找那个22的？人家真傻白甜的，不需要那装傻白甜的。一个年龄是一个年龄的状态，一个男的他愿意找这个年龄的女生，那一定是因为他想要的是那份成熟感，知道吗？那种尽在掌握的那种感觉、视野、格局、认知，不是你一上来就开个莫名其妙的口。听也听不懂。来，大家没有关注吧？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想要预约连麦的啊，或者是怕跟我走丢的宝宝，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能听到吗？你说。我是这样的，我今年是28岁，然后我听不到了。Hello。喂。你说。喂。我今年是28岁，然后我外表大概7。我听不到。喂。喂。你换个网好吗？喂。现在可以吗？我换了个地方。好，你说。是这样，我是今年28岁，然后学历是一本，然后我大概外在是7分左右，然后今年是在爱尔兰这边读研究生。你换个地儿，你换个网，换个地儿啊！外面又是风啊，又是断断续续的。来，下一个来。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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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 ，Hello， 听不到啊，这个听不到啊。哎呀，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说。必须，我关注你很久了。然后我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看能不能帮我改变一下我现在的思想。然后我现在是31岁，就一直自主创业。年入的话大概小几十的样子。然后我的家庭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然后就一个独女，靠自己的话就还有一点点成就。然后我跟我现在的对象入围城的话有8年的样子，认识有10多年，有一个5岁多的蓝色宝宝，然后一直是男方父母带，然后是他的工作就是帽子叔叔，然后在外地，在新疆，然后我们就离得特别远，一年也就见个1、2次的样子。本来我们不是异地的，然后就这2年就成了异地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性格不是特别合适，然后他一喝那个某醉的时候，他就有那种过激的行为嘛。然后让我很难受，就是脾气各方面就让我很难受。然后他家里面的情况就是父母就是很好，父亲就是退休了，母亲的话以前也是做生意，现在也是退休状态，就宝宝就是他们带的，我就自己做工作，自己事业这方面，然后我们平时沟通也很少。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这段围城要不要继续？然后平时他的一些费用也用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给我吧。我在想要不要这段围城要不要继续，然后还要不要2胎的这种情况。怎么会想要2胎呀？这怎么要不要继续跟想要2胎这两个事儿还能？你要是琢磨要不要继续，就不可能去琢磨要2胎；你要是要去琢磨要2胎，就不可能去琢磨要不要继续。哪有把这2件事放一块儿琢磨的？你帮我分析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你要不要？这是2个极端呐，小姐啊，这是2个极端的东西，都不是放在一块讨论的话题啊。对对对。你让我怎么跟你聊啊？要不要继续是已经对这段婚姻觉得彻底丧失希望了才去聊这个。要2胎那都是2个人的关系很不错才去琢磨的。你这到底是哪一头？就是父母在催的这个情况吗？那我首先你能不能对抗你的父母？能对抗你的父母。我是觉得这个人没价值，我听下来我觉得这个人没价值，能动手这就已经破底线了。我听下来是没价值。他没有对我动手，只是他自己有那种过激的行为。自己过激跟你没关系是吧？自己打自己。对，就不是打自己，就可能打旁边东西或怎么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很需要他的物质支撑？他对我的物质支撑的话，就是说他的家里的情况可能比我家是肯定情况是要好很多嘛。对呀，所以我就是说嘛，你是不是很需要这个人的物质支撑？也还好。如果没有他的物质支撑，你是不是也能生活得很快乐？对。那你现在是觉得在这段关系里，你有没有觉得不快乐、不爽，每天很抑郁，有没有这种感受？有。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呀。那怎么还能聊到2胎上面去呢？这聊不到那上面去啊，那都。但是他平时的话，只要没有那个喝某那个什么的话，他就人还是挺好的。他人好关你啥事儿呢？他人挺好，他在外面救死扶伤，
那关你什么事儿呢？就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反正也在异地的话，我可以也不需要就是有太多沟通，他只要给我米就行了。你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那就没，就是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如果能做到，最好的方式是拿着他的米过你自己的日子，这个是最好的。对。别琢磨什么二不二胎，我谢谢你，好吧？好，我知道了。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的那个车嘛，是大概50多 W 的样子。我一直有想法想去上海或者是福建那些地方去发展，然后改变一下自己的认知嘛。就想这个车本来我是想换个100多 W 的车，然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经济情况也是，就是米的话大概是几十 W 吧。但是我想把这个车反正早晚要换的，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换的可能性？你换了它干啥？想换更好的。没有目的，因为我感觉生意上面，就很多，就也需要这一方面嘛。你啥生意啊？你一年挣多少米的生意啊？就是感觉有没有必要？我问你啊，有没有必要？你得回答我的问题啊！你啥生意？一年挣多少的生意？大概就是开门店，然后弄会所那些，就有没有必要？你现在就是不是在做这个生意？你是不是靠着这个生意一年在挣米？对，挣多少？就是我感觉就是车也大概几十吧。你这个生意一年就挣几十？对，一年挣几十的生意不需要你换100多万的车，这个就是我想给你给的结论啊！你要是要换，那就是纯虚荣，你纯虚荣要换，咱也不拦着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钱，你想怎么花怎么花。但是我感觉身边好像就是他们好像也会看这些方面的东西。看了又怎么样呢？看了就能给你给业务做，能让你财富升级。就没必要换是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因为我觉得50几的车也够用，就做你这个业务量级也够用。好吧。那婚姻这个的话怎么建议呢？我没给建议吗？要不要继续？还是我就拿着它米过自己生活就行了？对的，我已经给过建议了啊。就拿它米过自己生活，我去外地也行吗？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有经济来源。我就是现在目前有经济来源，就是也是有一定的结果的，因为我的一部分的资金什么的，就是目前是小几 W， 但是我的资金基本上都是房产上面嘛。有经济来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你想去一线城市你就去啊，去试试呗。我说你很想做一个决定，反正死不了，你就搞。我就是想闯一闯嘛。那就去。那就去是吧？对的。车子还需要换吗？其实我挺想换的。拜拜。你们是怎么8本是吧？连个麦要8本，是不是要8本？一个问题重复问5遍，代表你这个800块钱没白花，是不是？是这样的，钱不白花在于要动脑子，钱不白花，至于脑子是脑子要在线。你拿个笔拿个纸，你这个钱不白花。你不要在这里同一个问题问5遍，你试图改变我的答案，那你这个钱就真的白花了。对吧？你通过反复的向我确认，因为我给了你不想要的答案嘛，我给了你不想要的答案，你反复的向我确认，硬是要更改我的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米是真白花，你就自己跟自己对话完了呗，你问我干啥呢？你们说是不是？抱着自己心里的答案来问，我都说了，想虚荣想买你就买，你有这个钱你就买，对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该不该呀，有没有必要啊？什么叫有没有必要？什么叫该不该？反正嘛，你觉得我有这个钱，我想花，我就开个100多万的车，我爽，那就买。那琢磨啥呢？你要问我有没有必要，我肯定跟你谈的是投资回报比。你跟我不是谈投资回报比，你跟我谈的就是我想，我要，我喜欢，那就没有对错。你想，你要，你喜欢，你干什么都是对的。你只要不把自己搞成个窟窿，搞成个负债，你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要用理性层面衡量一个动作的对错，它讲的就是一个投入回报比的问题，或者它讲的就是个性价比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一个动作，同样的一个动作，它有可能是消费，
有可能是投资。如果同样的一个花米的动作，你的发心是建立在消费之上的，那么从理性层面上来说，这个动作呢，它就没有那么理性，对吧？但是如果同样一个动作，你的发心是投资，那么这个动作它就可干。所以我刚刚就问你，你一年什么生意量级？你说你一年挣个几十，我说一年挣几十的生意量级，它不需要让你换100多万的车，对吧？因为这个动作它并不直接与你能做更大的业务去挂钩。如果说今天我要买一个100多万的车，是因为我能撬动一个一年大几百往上的生意，我这个动作值得做，可做。我清晰的能认知到，我干了这个动作，我后面能为我带来这么多的收益，我就干。那么这个动作它就不叫消费，叫投资，对吧？就好像我们买爱马仕一样的，对不对？我要是说我买了，我也不想用，我就扔了，我就我就觉得无所谓。这种它就是一个纯消费行为，纯消费行为，你只要钱多的没地儿花，你想怎么消费怎么消费，没人管得了你。但是如果你想的是这个包我的用处是什么？一个，它能保值，能增值；第二，我带着这个东西有一些场合，我觉得可以能够快速的让别人识别我，对吧？愿意跟我给生意做，愿意跟我给项目做，愿意带我跟他们的圈子玩。且我要接触得到这样的圈子哦，你接触不到这样的圈子，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就像我不可能给我妈买爱马仕，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她拎着这个包，她出去干什么呢？她第一，她没有这么高额的生意要做；第二，她旁边没人认识，她旁边都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我把这个笔花了，我给她搞了这个东西，意义在哪？是不是没有意义？对吧？你不如给她搞个 LV， 她背得蛮开心。你们买东西就这概念，首先是你要有这个圈子，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认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你再觉得想用这个东西去撬动更大的信任感，撬动更大的资源，因为我要融入这个圈子，我得拿这个身份名片，是这个意思。你要是现在你说你在个什么小县城，哎呀，然后我一年做个几十个 W 的生意，我旁边的这些人他们都就是一年都挣几十个 W，都是挣几十个 W， 或者我旁边这些人他们这一年就都挣100-200个，他们都这种层级，你有必要去搞个100多万的车吗？那你这个100多万的车就叫纯消费，纯虚荣性消费，没有对错，好不好？没有对错。但是你要讲投资回报比，它是没有投资回报比，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那个还想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芝芝你好，现在好了吗？好，你说。喂。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是28岁，然后大概外表是7分左右，然后我现在在欧洲爱尔兰这边读研究生，然后本科是一个1本，我是在国内有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是在某东方就是当老师，然后大概做了4年左右吧，然后感觉教育行业发展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之前有打算出国读研究生，就是换方向嘛，转专业来着，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然后也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在某线上交友平台上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是23岁，他比我小5岁，然后他是去年去了美国那边去读研究生，然后我们俩都是同一个地方的，然后感觉也蛮能聊得来的，然后我也跟他聊了一些我的想法，然后也跟他说一些未来规划之类的，然后我们见了2次，每一次见面都很开心，就基本上都是那种吃饭啊看电影啊，然后2个人也会聊天打游戏这样的，就是很像情侣在一起前那种暧昧阶段嘛。然后之后我有点上头，然后我就跟他表白了，就意思就是说挺想跟他谈恋爱的，然后觉得他各方面性格啊，包括他的情商也很高，就很符合我的择偶标准，然后包括他的外在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些家庭各方面的。之后他就
就是他就明显就对我冷淡了，就是我跟他表白之后，他就不太回复我消息了，然后之后我再约他，他就不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太上头了吧，然后他就消失了，然后之后因为他去美国了嘛，去年他去美国之后，他就把某圈就给我屏蔽掉了，然后就某一也给我屏蔽掉了，但是没有删除我。然后我今年因为我是今年出国的嘛，然后我今年过年的时候给他发了一个新年快乐，他有回复我，然后但是也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大概就到今年可能断联了有一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一年我还是会就经常去看他的动态，然后可能会看他发的一些东西在社交平台上，然后我发现他今年夏天的时候是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他俩也经常在平台上秀恩爱之类的。然后我比较想问的问题是，我跟他就是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就如果我是打算在欧洲这边移民，然后工作拿绿卡的，然后如果我过几年再去找他的话，就还有希望吗？没希望，没可能，死了这条心，早点死，死透点，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啊！你们这想象流派都属于是想象流派的。是因为我跟他的价值有差距吗？就是他才消失，或他拒绝我，还是说我现在有点我在想，就是如果提高自己的价值啊，然后之后再去找他。你提高自己的价值，能不能找点别的人？这个世界上99.9%的人都是过客，都是露水姻缘，这才是常态，才是正常的。不是你见了一个男的，你上头了，人家就一定会跟你有什么故事的。99.9%的时候，他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飘过一个影子，飘过，懂吗？那他当时消失也是因为我太过于主动了。哎，人家就是想出来约一下，谈一个短暂的啊，不用负责任的，没有结局的，玩一玩。结果你一上来开始搞身份，人家就吓跑了。好，就是我跟他就是其实是有，因为我有点怀疑自己，现在就在想是，如果是因为我不甘心，还是说就是我跟他的价值有差距，还是我跟他只要努一努力，我们俩就还有可能努力的，你往哪努力？你妈努力到沟里头去了，努力。你跟我们前面连麦的前面几个有一个小姐姐的情况呢，有80%的雷同性。我首先建议你们先去学课啊，好好学习，这是第一点。没有学习啊，我跟你们聊天都没基础，你容易炸毛，知道吗？你们首先对于男人没有认知，就对于什么就社交这些东西没有认知。99%的时候，首先啊，这个男的他上来他就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来的，发心他就决定了终点，知道吗？发心决定了终点。他上来的第一天他就只是想玩，他就只是想约，本来想简单约个几次是吧，搞，然后完了以后呢搞个一次性的短平快，完了以后就大家各过各的，回归自己生活这个事儿。首先你的这一个动作什么要认真了，我要跟你是男女朋友了，这个那个了，他首先就打破了他的这个预期。你把他预期一打破，他连跟你玩他都不想玩了，因为他怕粘上甩不掉，懂吗？首先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有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就是当你们对这个人呐没有非常多的了解之前，仅仅短暂的相处，你们就上头了的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对方实际对你造成了降维打击，就是这个人你压根就够不着，明白吗？你够不着，所以你才夸夸上头。你觉得我靠白马王子，你夸夸上头，明白了吗？就本质上他就不匹配，他才会让你这么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夸夸上头的。这是这两件事儿。然后你所谓的什么努力跟努力，这样压根就没关系。就是任何1分钟的努力都是对于你青春的一种亵渎跟浪费。你所有的时间用来该提升，该social，该谈恋爱，找身边的容易可以每天都能抓得到的人谈恋爱，这个就是正解。所有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都会随着时间消亡。
就还是那如果我能把自己的价值匹配到跟他一样的话，你也许能找到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人，但是一定不是他。好的，懂了吗？好的，好的，谢谢曲曲，拜拜，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你们的价值去匹配的，它是一类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人，知道吗？不是一个特定的人，你们老是会去锁定一个特定的人，这是一种无知，这是一种极大的无知。因为每个人呐，都有他自己当下的那个情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他在他的生命轨迹上，你在你的生命轨迹上，你们的生命轨迹本质上啊，它是很难产生交集的。你去锁定这一个人，这是一种妄念、执念，不能这样。我们去提升自己的价值，是为了匹配一帮人，明白吗？一波人，是为了匹配那一圈人的价值框架，但是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因为每一个特定的对象，他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轨迹，你要跟这个人他的生命轨迹要强交流、强交叉、强融入，你才有可能跟这个人达成所谓的长关系。否则他在他的轨道，你在你的轨道，你的价值跟对方的价值再匹配，他也走不到一块去，懂不懂？你们要有互相交融的生活轨迹，这个才叫靠谱的关系。所以我跟你们讲，哪怕你们就是网恋，我也是建议你们一定要找同城的，有相同的生活目标、生活轨迹的人，能够在后面的相处当中不断的产生交集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感情它是真实的，这样的关系它是真实的，否则你们去想象一个遥远的对象，无论看起来你们的价值有多么的匹配，你们本质之间都不发生关联，明白了吗？不要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有所执念。我们所有的自我成长都是基于我能去匹配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更多的优质的人，更全面的发展自我，是为了把我自己打造的越来越好。所有的人他看到我，只要他跟我的生命有交集，他就希望能跟我做深度链接，是这样的，好不好？你们有的时候真的还是太年轻了，见过的男生的样本不够多，知道吗？你们到时候啊，还要在外面被这种所谓的高富帅骗多少回，然后自己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我跟你们讲，因为我是见过很多网友的，我从小到大我见过很多网友，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其实真的在软件上面啊，有很多就是你正常的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圈子完全 touch 不到的一类优质人群。你根本就是你在你正常的这个收入层级啊、家庭层级啊，你混的这个社会圈层之内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遇到的一类人，是有可能在社交软件上遇到的。因为社交软件呐，它实在是包罗万象，什么样的人都会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玩社交软件，我见过无数的网友，你们知道吗？真的就是那种几大家族的那种什么亲戚的都有，真的，我不骗你们。但是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你跟人家会有故事吗？他们说白了，人家也就是个消遣，人家出来也就是个消遣，知道吧？不要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它会让你见世面，它会让你开拓眼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让你清晰的认知到自己的差距。你看到了，你就会明白，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你见得多了以后，你真的这个样例案本见得足够多了之后啊，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太多所谓的有光环有价值的人了，但是他跟你此生不会有交集，知道吗？见了就见了，
哎，这听了就听了，看了就看了，对不对？过了就过了，吃顿饭，喝点东西，大家聊一聊，结束了，不要再去想更多，因为这个呢，是对你们自己来说，就是你实在是想要扒一个过度遥远的人呐，是很痛苦的，扒不住的，怎么可能扒得住呢？对不对？你哪位呀？所以我才说，你太快上头了，其实只是因为这个人对你进行了降维打击。因为很多，你们知道吗？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一些圈子的人，他们是很好看的哦。你们可别搞错了，不是说这些人啊，他就又秃又矮又丑又油 ，no， 不是的哦，不是的，有很多人，他们不仅仅是经济实力非常的优渥，背景非常的强劲，而且像这种家庭，说白了，那些爸爸找的妈妈都不丑，知道吧？都还挺好看，小孩都是那种什么，又有颜值，又有高学历、高智商，而且他打扮的都是那种非常彬彬有礼的，出来就是像白马王子，真的是出来都是白马王子那种形象，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哎呀，这种人他总得有点特别短板，不，并没有，并没有，人家没有明显短板给你秀优越感的，一点都没有。那你想想看，在你平凡的生命当中，你见到这样的人，长得又好，哎呀，个子又高，他开口闭口聊的东西啊，都是从小到大去了欧洲哪里，读过什么什么样学校，还有我还见过那种会说就是10几个国家的语言的，知道吗？那个牙齿啊，整整齐齐，白的锃亮，什么东西都懂，什么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玩的都是昂贵的爱好，真的是这样的。那穿的衣服啊，就是细节到领口都非常的，就是那种有质感。你说你碰到这样的人，你要是没见过很多，你上不上头？我就问你，你上不上头？你不上头上完犊子了。但是我太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所以我就太知道了，没用，一点用没有。知道吗？不要搞这些，没有，你就只是当是一个生命体验就可以了，不要想那么多，真的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累。一生只有一个任务，永恒的自我成长，知道吧？你总能找到匹配你的圈层，高攀不是不能攀，但是那种想要去攀完美的那种东西，那是纯做梦，纯做梦，不要活在童话故事里边。活在童话故事里面对你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想要预约连麦，或者是怕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找不到啊，算了，不说后面一句了。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Hello， 哎，你好，你说。Hello， 是我吗？你说，Hello，说话。是这样，就是我是经纬学员，在学习中，很荣幸。你的这个网有点断断续续的哦。那我退出再连一下，好吗？好，你重新连一下，把你的网调一下，是什么？叫什么？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你好，我现在麦就是男生是娱乐公司那个，我今天想问一下是事业上的事情。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就是我们是做活动公司的，但是我们是做 IP 授权这一块的，然后我们目前是在国内价格最高，然后但是客户量最大的一家公司，然后目前出现情况就是我们的同行都在跟我们打价格战。然后本来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今年出现了一家竞争对手，就是扫过我们所有的客户。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一家都没有扫走。但是今年，就是这几个月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会去找我们合作方的其他股东或者找赞助商来施压。然后面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给出了一些应对方案，就是第一，我们不会降价，然后第二，我们在内容上卷起来。就是，然后目前的情况就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卷价格，就是价格它还是比我们低很多，是我们的1/3，但是他会找到就是我们合作方的其他股东啊，或者是赞助商这边来施压。就对于这一块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听不懂，你是老板吗？对。你自己是老板？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不到20个人。小公司，人家那个公司呢？是比较新的，今年刚成立的那种。那人家为什么能把你们的那些什么合作方的这个的都搞定啊？没有搞定，就是他扫了一遍，有些搞定了，有些没有搞定。对啊，他也不一定能搞定。那所谓的这个施压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能让别人对你们施压呀？不是对我们施压，就是对我们的合作方来施压，就是让我们合作方的赞助商来，因为我们是活动公司，我们的客户也都是做活动方面的，然后他们有一些赞助商，他们有一些是找赞助商来施压，或者是找他们就是我们客户的公司里面的股东。不是，他们为什么能够说动别人来对你们施压呢？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呢？是对我们的客户施压，就换一个合作方，是这个意思。他给你的客户施压，那他也是正常的商业竞争啊，他也是正常去谈客户嘛，你们也谈你们的客户，他们谈他们的客户嘛，他们给出来的条件更优异，别人就给他们做吧，是这意思吧？是这样的，目前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成功了，有些没成功，然后我们目前的应对政策就是从内容上卷起来，然后不知道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家要去谈的东西，你们不也得去谈吗？如果说人家能找到什么这个赞助商那个什么，这个链路不得你们也得去打吗？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本质上来讲，我没有听到它有什么很特殊的高于你们的资源点呢。对，目前就是价格战，没有所谓的没有更优质的资源点，只是说人家给你有更多的更低的价格。如果说你提供的东西、提供的服务、提供的产品跟别人是一模一样的，那肯定价格低的获胜。但是你在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差异化嘛？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内容上卷起来。我已经这个话我已经听到3遍了啊！你的内容卷，你的客户认不认可？我的客户是认可的，因为今年扫过的客户没有一家跟他们签成的，但是目前他们就是换了一种策略，就从施压这上面换了一种策略，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做一些新的应策，一些新的应对方案。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把自己的核心业务做好就完了吧。你做好自己的核心业务，你客户该沟通的沟通呗，但是也不能过于的去跟他产生那种竞争状态。如果你跟他过于产生竞争状态，反而别人会觉得会通过他来压你们的价格的。懂了。好像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好的吧。每一个业务我们不可能说你们的业务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业务模型的。但是在商业当中，其实很多东西它还是差不多的吧，触类旁通的吧。你就好像我做的业务，你们说别人跟我们打价格战有用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啊，我们做情感咨询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业务板块情感咨询，别人跟我们打价格战有用吗？基本没用，基本没用。
价格战没有毫无意义，对不对？因为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是要解决客户的核心诉求，还有我们是用价格去锁定我们的圈层的，价格锁定圈层，这个就是本质，是不是？如果说人家说用我们1/3的价格去抢我们的客户，这个事儿它根本就不成立，这他在我们这个业态里头他都不成立。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是你还是要有你自己核心的东西，你的护城河，你核心的东西，以及你是不是真的配这个价格，对吧？而不是说我就是叫坐地起价，但是我跟别人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行。确确实实是你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你才能比别人价格高，对吧？如果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肯定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你自己想多挣，那只能是这么说。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得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以及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我觉得吧，就是说打价格战本身是因为产品的同质化，这个才是价格战的核心。产品的同质化，那么你的价格说白了就是价格战是很有用的。但是呢，我认识一个很大的老板，他也遇到过别人打价格战的情况，在别人跟他打价格战的时候呢，他没有选择降价，但是呢，他一直以来他跟别人的经营策略是在于他在融资这件事情上他特别的谨慎，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创造现金流。你知道有很多企业，他其实是在花资方的米，或者说他通过融资的这个米再去打价格战的，知道吗？然后呢，我认识的一个老板呢，他就很厉害的一个点是在于他手上的现金流状况特别好，然后呢，他脑子特别好，他是属于那种状元型的，他这个算几家跟他打价格战的这个企业啊，他们这个现金流什么时候能烧的差不多，他是这样的，他先算，然后他算了一个时间周期，他觉得大概这几家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是他们一直打这个价格战，什么情况下他们的这个现金流会不足以支撑他们打价格战，那么他们打这波价格战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其实在抢一定的市场嘛，抢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当他们把这个现金流烧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这些人他又必须得把价格回调，他不可能永恒的打价格战的，他要保证这个利润嘛。但是当人家开始回调的时候，他知道他们的现金流不行了，然后他的产品又是业内做的最好的，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降价，就是别人的价格回流的时候他突然降价，然后一下子就把别人的市场份额蚕食了很多过来，吃了很多过来。这是我知道的一个蛮大的一个老板，他就说因为我的现金流是最好的，别人的现金流都没有好，他说他们都是靠资方在应对，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手上有充足的子弹，他就等着别人硬烧到一定程度他再搞，他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是我吗？哎，你说。倩倩你好，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现在还在学习和摸索当中。然后我今天的问题是，就是有在软件上认识一个男嘉宾，想请学习帮我判断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婚恋诉求，然后我有一些婚恋和生育的焦虑。其实，那我的情况是35手快乐证，超一线土著，211本科，原生家庭普通，然后父母的房产是2000个，然后现在都已经退休了。那我个人呢是1年30个，外形普通，然后不太会谈恋爱，然后情绪价值我自认为是一般。然后男嘉宾是39，未婚，外形呢比较的不起眼，是北方的超一线土著，国内 top 的是顶尖的本科。然后毕业之后呢，一直是在我所在的城市发展。然后据他说，在我所在的城市呢，有4套房，然后其中2套是父母的。他个人呢是税前150往上，然后副业1年可以有400-500，
然后他说去年的时候呢，副业做了1000个，所以全款也买了一个房。然后我感觉这个副业也就是最近1-2年才做起来的。那我们因为是软件上认识，我不是很确定他是否知道我有扯快乐症这件事情，因为他见面就是没有提及过这件事情。那前2次见面呢都是简短的，我们喝个东西啊这样，然后2次见面中隔了1个月嘛，男嘉宾说是因为他自己工作比较忙。那本来第2次见面呢，我们是约了一个正餐，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聊的不是很起劲，所以我没有赴约的动力。但是呢，他还是坚持了，所以最后我们改成了喝茶。那就是那一次呢，了解到他是国内就是 top 1的一个本科。然后第3次见面，我们是吃了一顿正餐。我主动提起呢，对他的那个投资以及副业的渠道，我觉得很新鲜。所以呢，他就给我看了他的部分的账户，以及跟我说了他的副业的情况。他说他不喜欢包装自己的外在，导致很多人觉得他没什么米。他说他不喜欢别人看上他，是因为他的米。好，那他表示就是有想和我继续相处，对我很有眼缘，觉得我性格好。他说其他女生会因为他回消息晚了而生气，而我不会。那演员这个事我多少有点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外形其实也很普通。那我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觉得他的条件如何？那这个男嘉宾，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入过围城，我不清楚是要求太高了还是怎样。那他是属于哪个类型的？他会考虑什么类型的女生婚恋？就是我需要怎么跟他相处？因为我觉得我个人价值也是一般嘛，不知道怎么展现个人价值。还有如何判断他是个有付出意愿的好的婚恋对象，这一点要如何去引导？他有我们第1次见完面之后，他有提过，就是之后不久会去一下马靠，说想要我一起跟他去。那如果他下次今后再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借此来看看他的诚意该如何操作？如果说他是一个好的发展对象的话，我接下去有没有就是必要1v1？这个人你只需要围个标，不要抱有那么高强的意愿去想那么多。他多大年纪？39、40。他这种年纪到现在如果是单身啊，如果他说的条件都是真实的，那么不是花就是抠，只有这2选其一，没有其3，知道吧？不是花就是抠，懂吗？所以说你呢就是个围标心态，也不要想那么多，任何东西一定要拿到手才作数，也别想着什么婚不婚恋，婚不婚恋都想的蛮多余，知道吧？这种人如果说他真的是要找婚恋，他也是要找那种就是不管他的，懂吧？啥也不管的，就是他随便去玩什么的，家里都不会质疑他。对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该花得花。你要是去跟他一起出去玩干嘛的，还是要让他有一定的金额的付出，肯定还是比较好的。那在平时的相处当中，因为平时的相处其实也不需要花多少的嘛，那我这个要怎么来判断它呢？不用判断，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要判断什么呢？你要判断什么？判断他就是是不是个愿意为就是女朋友或者是不要搞那么多，就正常约会就好了，有空就去，没空就不去，正常。就按照一个性格很好啊，也就是很随和，然后呢也很自然，也不会自视过高，也不会妄自菲薄，就这么一个不卑不亢的状态相处就行。你不要想着在前面去搞什么前面还想让他给你买这买那，没太大必要，没太大必要。如果说真的他说要去澳门或者干嘛的，那你至少也得花个大几个 W 往上，知道吧？明白。前面搞这些东西你没有这个价值，你让别人前面给你送个什么几个 W 的礼物，没有这个价值啊。对，我也是想着，如果是正常就是想要就是找对象的话，其实我也并没有想说要对方有很多的付出，就是还是想看他是不是一个愿意将来为家庭付出的人。哎呦我的妈，你看我讲了半天等于没讲，知道吧？
你们动不动就是谈婚论嫁，就是家庭，别往这个维度上思考。就是轻松愉快的相处。你往这个维度上思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头。你上头就不是围标心态了。明白。不要上头，就正常当个朋友先处着，看他表现，知道吧？了解，就不要想太多，没有意义啊。39岁的钻石王老五，人家等于我跟你一句话嘛，39岁的钻石王老五。是，对，我听到他说他那些情况，我也在想，那为什么他这个年纪都还没有入过围？我就告诉你了呀，不是花就是抠啊，说不定娃都已经好几个了。OK， 好，了解。那其他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好，拜拜。我跟你们讲，真的，我多少年前在这个事儿上我看得透透了的。到了40左右的男的，他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高物质持有者的一个形象啊，不管他是通过什么做展现的，可能是给你秀余额了、秀账户了、秀光环了、秀圈子了，带你参加饭局了，别管是什么，反正就是你能明确的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高物质持有者形象，还是个单身。我以前你知道我是那种我都会直接问你有几个娃了呀我都是这样问的，我都不问人家啊什么你女人这方面的都不重要，你知道吧？不重要，每次问出来都有惊喜每次问出来都有惊喜。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呢？有好多啊，好多大龄的单身的有钱的男的，他们一生啊就是怕别人算计他，一生怕别人图他米，所以他们都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开始去DIY， 知道吗？好多男的都是走这个路子，要不然呢就是反正有个女的呢愿意低成本的跟他生呢，他也行，他也能行，他觉得只要你不是个吓人的，你是个低成本的，我也 OK。 好多都是他死都不愿意给女的花，他宁可去 DIY， 到了一个年纪他去 DIY， 而且他们本质上呢很多都是多偶嘛，他觉得我如果给一个女的，那不给我捆住了吗？对不对？那不给我绑住了吗？我这么优质，天下我有。他就想每一个女人都会看中他的光环，然后呢他可以对每一个女人都进行低成本持有，但是呢他又不能忍受自己断子绝孙他就去 DIY， 生怕别人图他的，真的好多男的他们到这个时候就开始走这个路子，好多，那不是一个两个，知道吗？没办法，想不通啊，纯想不通。然后每次我问完你有几个娃了，男的都会愣住知道吧？因为感觉我没有前奏，就是我都没有像有些女孩子就是问这问那问那的，就把那个关系啊什么女人啊什么东西问一堆，我都不是，我一上来都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有几个娃了呀好多男的都被我这个问题给问傻了然后都在想你是听到了点什么吗你是从哪里得到了什么风声吗？然后就开始和盘托出什么之前有个女的她在那个就是我们俩谈恋爱，然后呢她就带球了，非要生，不让她生非要生，后来我想那你要生就生吧，所以呢她就生了，那我跟她也没感情，养着呗这是一大类好多，知道吧？好多。再就是说我那个刚刚那个动了几个，正在 DIY 的过程当中这种也有很多。还有就是在路上的正准备动正准备 DIY， 我们真的是遇到太多了。来，大家没有关注吧，我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如果大家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或者是那个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问你们最好是不要像我这样问啊！我不是要你教你们这样问，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压根就不想跟他们搞这些鬼，知道吧？在我看来，这都不是良配，都不是优良选项，我不喜欢这样的人。你们呢？如果说想跟这种人往下走呢，我就建议你们别问，我只是让你心里有这个预期。为什么不要问呢？因为你像我这么问呢，你就已经脱离这个男的择偶框架了，因为你过于精明了。懂吧？你这个问题一问出来，这个男的首先就知道这女的不简单，明不明白？这女的，哎呀，不是那种好忽悠的人。他一旦把你定义成一个不好忽悠的人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根本就不想跟你两个人往下接触了。因为我也不想跟他们有什么故事，所以我上来我就这么搞。但是如果是你们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哎，我还挺看重这个男的条件的，虽然说他不一定能为我付出多少，但总而言之能把我往上拽个台阶，是吧？如果你们是这种想法呢，我是建议你们装傻，因为这种男的呢，他还是想要一个闭着眼睛跟他相处的女的，而不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的。他们不想，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傻的啊！来下一个，对，挡住了。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请说。有回音吗？可以，你说。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我和我男朋友现在的那种关系。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自己是32岁，然后样貌是大概7分左右，在单位上班，年入大概25到28个左右。然后学历本科，你有这个吧？那个男朋友比我大10岁，然后他是扯过快乐证的，他是有2个蓝色的球，然后一个是跟着那个前妻，一个是跟着他，然后年入大概200个这样子，资产1个小目标。哎，为什么他们说你有回声？你重新连一下来，你重新连一下，我听着是好的。再重新连我一下 ，Carol 再重新连我一下。喂，你接着说。现在听得清楚吗？接着说。然后他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也不是很想进入围城，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说进不进入围城无所谓的人，然后但是我自己呢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亲人嘛，以后我说万一分手了，就是说我是婚恋观的话，就好像我自己是觉得不结婚无所谓的，然后就是想跟他有一个粉色的球。但是就想问这个事情，就是说能推进吗？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好像无所谓，就是这个男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有2个，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呢？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呀？他能给你什么？就是主要是因为相处了一段时，主要是相处谈了之后也是有点感情嘛，然后再去找一个别人，好像也就是说也要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感觉挺累的。不是，你要找这个男的去带球，是这个男的能给你提供什么正常的男的不能提供的东西，你得选他带球。生活条件还可以吧？可以到什么份就上？是，他大概年入200个，资产1个小目标左右。但是他年入200个，那两个什么篮球是吧？2个篮球那都不够养的嘞，200养那都费劲了。
那就是说，那其实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跟他在一起。你找个正常人行不行啊？你能不能找个正常人？不用年入200，年入30就行，年入30就行，30都养你的粉球，好不好？年入200的30个划你这都划不过来。对，算账好吧？那就是说没有继续的必要，没有意义。而且你们不要愚蠢呐，一开口就是我觉得不结婚也无所谓，你被谁洗脑了吗？这属于是什么叫不结婚无所谓？人家不结婚无所谓的女的，一拿一个小目标，你那叫不结婚，你那个不结婚无所谓，你是拿什么的不结婚无所谓？除了拿了个不好的名声，你还拿啥了？对，动不动就我结不结婚无所谓，结不结婚无所谓，那是因为有置换的东西，有先决条件。什么就开谁哪个人都开口闭口结不结婚无所谓。对。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好，拜拜。结不结婚，我现在蛮怕呀，真的，我好怕。你们有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走极端，是吧？特别喜欢走极端。结不结婚无所谓，是我把我自己过得很潇洒，不找个男人给我添堵，对吧？我也不想找个男的服务他，那个叫结不结婚无所谓。我自己过得无比之潇洒，那个叫结不结婚无所谓。或者是什么？是这个男人虽然给不了我身份，但是他能给我非常强劲的物质支持，所以我用这种身份去置换了他的物质。那么我结不结婚无所谓，因为我也结不了，主打就是结不了，对不对？但是我活得爽。你结不结婚无所谓，你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首先，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结婚不就是意味着这种经济保障吗？跟这个男人的长期绑定意味着就是养娃之后的2个人的共同付出的经济保障啊，对不对？那你在无所谓些什么呢？你到底在无所谓些什么啊？你们的思考的逻辑啊，就是莫名其妙。我的主打就是个莫名其妙，喊口号是吧？要不要男人无所谓，结不结婚无所谓，纯是口号，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口号意味着的方向跟目标是什么。不要喊口号的人生，我们不要喊口号的人生啊！我们任何一件事儿，我要做的明明白白，是不是？为什么要结？为什么不结？为什么要带球？为什么不带？一切都是以我自己的快乐、舒适、爽为前提的，对不对？我是为了我后面的生命活得更充实、更充盈、更舒适、更爽，所以我要这么干。我不是把自己活到枷锁里，活到牢笼里头，给自己活个包袱，活个负担，在那喊口号。来下一个。没有我这个人，李冰没连我，李冰没连我。你们好的自己都要穷的叮当响了，再找个穷的叮当响的男的，完了以后还要跟我说结不结婚无所谓，还要再带个球，我的妈呀，我都不能想象你的脑子里头打开是什么稀巴烂的样，真的，我都不能想。你这个颅骨一打开，里头是个啥？是一锅稀饭。唉。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怕跟我们走丢的宝宝，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什么东西呀？叮
冠词什么呀？这是没有这个人呢，没有这个人呢。Hello， 你好。Hello， 能听到吗？啊，可以，你说。你说。说话。喂。哎，你说。能听到吗？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是170，然后长相7分，身材9分，月入16W 左右。月入多少？月入多少？16W。16。对。16是吧？你接着说。对。然后和男嘉宾是在新一线城市湾 YC 认识的。哎呦，你这个麦是怎么回事？你戴耳机了吗？没戴耳机，没戴耳机。你不要把话筒堵住啊。Hello。然后我继续说了。和男嘉宾是在新一线城市湾 YC。哎，不行，你重新连一下吧。什么情况呀？你这什么麦呀？你们拿诺基亚连的？啊？是拿诺基亚连的吗？这是？这个账号肯定是被限流了呀，这还不知道吗？这还用问吗？夸线，夸线。你们能看见我，这都是很深的缘分啊！你们还能在限流限成这样的地方找着我啊？这是多么深的缘分啊！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好，你是我们闺蜜圈的吗？你是我们闺蜜圈的是吧？对。好，你说。我上周生日会我在杭州见过你，然后见了很多特别优秀的闺蜜圈以后回来，我觉得整个能量场都不一样了。现在我的那个雄心彻底被打开了，谢谢曲曲。我就是每天看着那个闺蜜圈聊 AI 呀，做上市公司呀这些，我就有那个很大的影响，然后跟你一起学了那个黑拉课，然后做了项目回来，我觉得自己都好金贵，我自信一下就回来了，谢谢曲曲。可以。然后下面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现在是30岁，扯了快乐证，然后幼师专业做的餐饮。现在想换赛道，然后搞雄竞。我有认识一个几年的大佬，现在我开窍了，想准备让大佬帮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或者赛道没，让他给我一些意见和帮助。之前我在围内的时候我们没有联系，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聊了2次天，但是还没有提工作的事儿。现在我有陪跑老师，我想听听曲曲的意见，然后再请陪跑老师帮我一起执行一下。你就只是想让别人给意见，直接说就好了呀。我是就是说现在，我和陪跑老师就说我怎么联系他，是说我去找他玩，然后再给他谈我工作的事，然后让他帮我看一下我适合做啥，或者是他手下的那个资源有什么适合能让我做的没有？可以啊，你可以先跟人家建立联系嘛，就是随便就是以交朋友的方式先跟别人建立联系。他是跟你不在同城吗？在同城吗？不在同城。我们是认识了好几年，然后之前有吃过几次饭，然后他对我印象特别好，然后之前也有约我出去玩，但是他那个去西藏时间太长了，然后我没去。然后我的情况他也是知道的，上个月就是说我们有联系过，但是我还没有提就是说去找他玩然后见面的事儿。他现在是在做旅游业，之前有说就是说让我去他那个现在新做的那个项目玩。那你就去嘛，你直接去。
直接去。对，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最近没什么事儿，你说我想出去旅游，你说然后呢我就去找你玩吧，你说我去找你玩，你有空不？你说我来请你吃饭，就这样。那我这个工作的方向是我因为那个我不能喝酒，我是就是做那个赛道的话，我是偏就是说服务女生的那种，还是就是说其他的行业也行，因为我怕那个应酬我不能喝酒。这个也喝不喝这个事儿吧，倒不是至于你是服务女生还是服务男生。这个不是重点，就是说重点是脑子得活。这个不是说你服务女生、服务男生就喝与不喝的问题了。我也知道有很多滴酒不沾的，人家也能把事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那他嘴巴甜呢，人家会哄啊，会给情绪价值啊，不管是对男的对女的，他都很会哄啊。但是说到了喝的环节，就是啊，我喝不了，我确实喝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做服务，对吧？就是这样的呀。好啊，谢谢。还有问题吗？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好，拜拜。拜拜。闺蜜川的小姐姐，是我们能量场很强的哦，我们真的是一个能量场很强的地方。好多宝贝儿到了我们闺蜜圈之后，就是真的是拿到了大业务，拿到了大项目，然后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就不一样了。我真的不骗你们，没有什么玄不玄，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吧？主要是我一直从小到大我就坚信一件事儿，就是一个人的磁场跟能量大于一切。为什么要去向上社交？为什么要去跟那些厉害的人去结交？是因为只有他足够的正能量，他才能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面，知道吗？他到了这个位置上，他整个人都是充满了激情的，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的，充满了干劲的。然后你看到他，你就会被他感染，你就会觉得哇，我好想成为你，我好想跟你靠拢。那你想想看，你天天想成为他，想成为他，心想事儿才能成，慢慢的你就会成为，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身边每天都是一些很衰的，哎，动不动就叹气，动不动就抱怨，是吧？你说你那个人生能好到哪儿去呢？这个就是向上社交的意义啊，是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想要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错过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有回放，我们是在某博上面有回放。曲大女人，书在哪儿？在我们首页粉丝群里去问啊。Hello， 你好。你好。喂。哎，你说。你好，我这太好了，连上了。是这样子的，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是，应该跟他一起还是离开？他是围城类的，我跟他是在 YC 认识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到现在应该6年了吧。现在孩子4岁，然后我跟他有孩子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孩子，我们已经夹掉了一个球，然后后面这一个他想他们家那个也不可能有了，然后我们再决定生的，结果这孩子6个月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了。快一点陈述啊，不要墨迹，快一点说。陪伴就特别少，然后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4到6个吧，就其他也不管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很内耗，我不知道我是该继续下去还是跟他分开，说拿几个走人把孩子给他，还是说我自己带孩子。你现在总共有多少资产在手上啊？这个一个 double
什么？100个吧。100个。房产这些呢？这些差不多也100个吧。那你其实没钱的，每个月4到6，每个月4到6全花了。对。花哪儿了？我平时用钱比较那个的，就看不见的地方，然后这就是到我手上的，然后在家里开支差不多1年100个左右吧。什么意思啊？就是除了4到6以外，额外还给你开支100个？没有，就是加在一起，比如说其他多余用钱呢，100多个吧，一年。你有收入吗？我现在就是一点小副业，也就是这1-2年才好起来的吧，一个月2到3个 W。你这个男的愿意跟你分开吗？之前说愿意过，那个时候因为他不经常陪伴我，就很内耗，经常为这些事情跟他吵架。在后面就看到你的课啊，有一段时间给自己洗脑，自己玩就自己玩吧，就不去找他，然后稍微好一点了。就是他也没有说愿意跟我分开，他内心应该不太想吧，因为他还是希望孩子有妈妈陪伴。他的那个资产水平有多少？我不太知道诶。干嘛的？工厂公司在哪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在1线城市，然后开的是一个艺术方面的公司吧。你在哪儿呢？我之前是在浙江那边，现在是跟着他去1线城市了。你现在在1线？对。你们俩就是见面的频率呢？我们是他一般出差的时候会带着我们，1个月2次吧，1次这样子，然后家里偶尔过来看一下，但挺少的，他挺忙。那你还是可以，实际上这个人没有给你带来什么约束啊，你还是可以想干嘛干嘛呀。那就是我离开孩子自己。我哪句话是这么表达的？我哪句话表达了让你离开孩子？你这么想离开的话，那我觉得你内心已经做出选项了，那你就给他呗。可能就不太愿意。你的意思说，其实我想要一个是真正的对象。他之前说过会给我的，但是因为后面的那个孩子出生，我就觉得他变了。哎，大姐啊，咱们能不能不聊这些没油盐的鬼东西？你要是想去找对象，你就去找到了，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从现在这段关系里脱离出来，因为本质上来讲，这个男的他也不干涉你，他也不管你。那我如果比如说我不在孩子身边，他不会给我生活费了。你为什么要不在孩子身边呢？这里好陌生啊，这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就是认识人呗，就说是认识人呗，找不到没有人就找人呗。你这里不认识人，你上哪就能认识人呢？你离开他你就能认识人了。你的建议是我应该就继续拿着他的生活费，自己想干嘛干嘛。对呀，要不然你哪来的收入来源？你又没有收入，你收入又低，他一个月还能支持你这么多，他也不干涉你的生活，你想干嘛干嘛，你想去谈恋爱你就谈，对不对？你实在是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对象了，人家夸的一下子给你给了几百，你就走呗。哎呦，其实我现在内耗的这一点，因为当初要这个孩子是吧，就是因为他没有，然后才说生下来对孩子好的，但是现在变了。哎，这个事儿能不能改变？娃能不能塞回去？还是我就是狠心一点离开孩子，就跟他做个了断，比如说拿一笔分手费让他跟孩子过去。小姐啊，其实你从头到尾表达的就是一句话，就是你想把孩子给他想走。你从头到尾就在跟我表达这件事儿，你也不是来问我的意见的，你希望我支持你心中这个决定，你可以直接说我可以支持，因为你这个决定本质上来讲没有问题，本质上来讲这个决定没有问题，可以做，不是不能做，只要你清晰的说我就这么想，可以，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把孩子给他，你走就完了，你跟他谈好一个说法，走，没问题。其实曲曲啊，你是我的神，真的，我前面都想到自杀干嘛的内耗，就看到你，我觉得
不要哭，怎么说？不要哭，我觉得不要哭。你三观很正，你给了我正能量，真的，我就觉得我没有知心的姐妹，我这种情况不能跟任何人说，所以说我连你的麦我真的等了大半年，然后就真的因为你不帮他也不帮我，你三观很正，我就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去过好这个生活，其实最大的是对孩子好吧。不要，你听我说啊，你呀不要自我矛盾，知道吗？反正很简单，你一个人走，就当这些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是一种方法，也没太大问题。你该拿的东西拿，对不对？然后娃让他去管，你就人走就完了，你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也没那么复杂，从零开始也没那么复杂，想这么干就干，好吧？其实不是，可能我表达不太清楚，我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给我指点。我告诉你的第一条路其实已经被你否决了，你自己，我是在告诉你你内心当中潜意识里想要的，知道吗？我已经给你答案了，已经被你否决了，你反复的在否决我的答案，你反复的在说把娃给他吧，我人走吧，那么你就做，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答案没有错，本来也 OK， 懂吗？本来也没毛病，问题不大。其实曲曲可能说简单一点嘛，就是要么就是我老老实实的也拿着他的生活费好好的带着孩子，也别去求什么陪伴不陪伴的，就一心为娃着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我的那样子啊，觉得我自己想离开，然后就离开他，跟他谈好生死不相往来。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这是反复的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啊。我的想法是很简单，你呢？我的想法你做不到，就是拿着他的米自己去谈，该跟谁谈跟谁谈，你也不用管这个事儿，你又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痛苦啊，你内耗啊，你老纠结这个男的呀。既然做不到，拿不起的选项就不叫选项，那就不纠结了，做自己能做得到的，做自己能做得到的选择，做切割，就直接切割掉。女神，我再啰嗦一次，我觉得你的真的你的思想感完全在我的，就是说能够理解我们，给我们指一条路。我觉得我相信你的，我也会听你的。我不是做不到，我就是觉得现在没有人给我指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了，在我看来，目前的最优解是拿着这个米，然后你该出去社交，谈恋爱，不用管这个男的。继续带你的娃，花你的米，射你的胶，这个是最优解，我给过你3次了。好的，做不到就切割，懂了吗？做不到，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我又不是这个男的，我不想着他，我没有办法，我在跟他裹的情况下，我出去约会，我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拿钱走人，懂了吗？好的。我现在年纪也挺大了，32了。好，就这样。你看，一个负能量的状态呀，一个负能量的关系啊，你收获多少都是无望。我告诉你们，钱这个字啊，永远不是衡量一件事情对错的指标，知道吗？我跟你们说，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是有边界的，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道理。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对方为我去付出物质什么，是在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托付，对吧？看他的诚意表达，看我能不能这一生我能信他，对不对？你是在看态度。但是物质带来的幸福永远是有边界的，为什么呢？因为绝大部分人呐，都消不除我执。消不除我执，你有多少的物质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因为你看似在要钱，其实你在要情。这个男的给了你再多，你都会觉得不够，你都会觉得痛苦，因为你无法在他为你提供的物质里面找到快乐。所
所以钱这个字啊，它是无法给你真正的就是为你的生命去做答疑解惑的。我告诉你们，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亲密关系重要性，亲密关系重要性啊，不要就是说就像很多人喊口号的说啊，我有钱我要男人干嘛，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回归到自己本我的需求上，回归到自己本我的需求上，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自我评估很重要，知道吗？自我评估很重要。当你已经在一个关系里无限的下沉了，对吧？我的情绪在无限下坠，我一开口就是负能量，我的状态一走出去，我感觉这个世界与我都是敌对的。我为什么不能够跟别人讲我的故事啊？因为我觉得丢人，对吧？我不自洽呀，我不认可我的这个状态，我不认可我的身份，是不是？这个男的给我米了，但是我不觉得他给我的这些就能让我抬头见人，怎么办？说明这个关系不适合你啊，对不对？什么样的人他能走这样的关系？他用这个米呀，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他无比之自洽，他可以跟天下人说，我就这么个情况，我就这么个玩意儿，是吧？我也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邓文迪在乎你怎么看他吗？邓文迪在不在乎你怎么看他？他不在乎，他完全不 care， 所以他能在这件事情里面找到快乐，因为他自洽，懂吗？他自洽，他没想过我真的要这个男人的爱，这个那个，不，我的能力就不是去跟你搞小情小爱的，我就是野心无比大，对不对？你们是这样的人吗？他是这样的人吗？他根本就不行，就是他的内心，你的内心压根儿就承载不了这样的东西，你无法自洽，你说服不了自己，拿着这个男的的米出去潇洒，你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只要你还拿这个男的一天米，你他妈就潇洒不了，你说你怎么搞？我能帮你潇洒吗？不能，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有的人为什么能骑驴找马，为什么有的人骑着驴找不着马？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多偶？为什么有的人一个人都盘不定？这是能力受限的。你本身你自己的你的出身，你的成长经历，它会给你一套价值观体系，对不对？然后你所有自己做过的事儿，看过的风浪，经历过的风雨，它会给你就是塑造一个你的一个人格系统。你们所有的人他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有的人他能够就是为了权力，为了地位，为了米，为了怎么，他觉得只要我达到了人生巅峰，我就是有一种哎呀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对不对？你们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我什么玩意儿嘛，妈的小情小爱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谁都可替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于我而言都是工具，都是一个渠道，谁都可替代，万人皆可替代。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呢，她嫁个老公啊，她恨不得都害怕她老公飞黄腾达，有没有这样的？我不想让我老公出去搞这个搞那个，因为他要是那么有钱了，他以后肯定会变心的，有没有？他就怎么样？他要把这个男的哭死，哭在他边上啊！这每个人呐，你的生命的过往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不能完全的去 copy 别人的人生，你只能在你自己的一个人性底色上面去做调整，在自己的需求上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位。但是你不可能完全去抄别人的东西的。所以我刚刚反复在跟他说，我说你想的没错，他老说我哎呀我就是迷茫，你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讲的路你压根做不到，你不要说你做得到，你不要说你做得到，你不了解自己，你完全不了解自己，开口你就要崩溃了。为什么？你一想到我还要处在跟这个人的关系里头，我还是不能面对别人，不能面对他人，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你一想到这个点，你还是不自洽。我跟你说的东西有用吗？我跟你说拿着他的米出去潇洒，听起来非常的合理，
对不对？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呀。站在就是这个局外人的角度，所有人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吧？所有人明白我说的应该是最有解，因为你总得有物质支撑吧，对不对？想得开嘛，出去玩嘛。但问题是他想不开呀，他想不开，对吧？他只要还处在这样的关系里，他就想不开，他可能还会仇视他的孩子，你明白吗？他只要一天拿着那个男的的米，他还会看他这个孩子不顺眼，因为这个孩子是证据啊，对不对？这个孩子会把他钉在耻辱柱上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对话是什么？我其实是在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看你到底你的承载能力在什么地方，你的接受度，你的承载能力，你的人性底色到底在什么点位上，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解脱出来？每一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不要说一味的去追求钱。首先呢，自我评估，真的是自我评估。我们看了太多案例了，从男的那里拿了几千万，但是呢，始终丢不下想要跟那个男的进围城的执念。最后来找我是干嘛？不想要命了，想把钱还给人家，想干嘛？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刚刚是不是也说了这个话？为什么？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想把几千万都还给别人，他这个金额少啊，我们还有金额更大的，跟他一模一样的，就抑郁了，深度抑郁了，哭啊！这个他想干嘛？他想把所有的金钱给他，我一分钱都不想要。因为什么？因为他最想要的是这个人嘛。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孩子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男的钉在耻辱柱上，知道吗？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男的钉在耻辱柱上，这是什么样的执念呐？这是什么样的我执啊？其实这个男的有很对不起他吗？说实话，没有。为什么？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那个叫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呐，可以严丝合缝的履行自己的承诺，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严丝合缝的履行自己的承诺。为什么？因为他的想法会变，他的情感会变，他的承诺有真有假，本身承诺的那一刻也有真有假，但是即使他的承诺都是真的，他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跟你相处之间的舒适度的变化，随着他跟其他的嘉宾之间的变化而更改他的承诺。你们的执念，你总觉得这个人给过你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但是他用什么在告诉你他不会履行？用时间在告诉你啊，对吧？我信了他1年他没有履行，我信了他2年他没有履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的知道他不会履行呢？其实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你表达态度啊，对不对？那我们得认呐，你要认的是什么？认的不是人家骗你，认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变化了，你们之间的情况变化了，跟他当初承诺给你的时候不一样啦，对吧？你不能不允许别人变，因为你也会变的。别人原来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篮球，现在他有了，他不想了，可以吗？你能不能容许别人变？别人变了你就放下，你就走，拿不到你的核心诉求了你就转身离开，对不对？这样的话你就自洽了，你就舒适了，而不是不停的麻痹自己，对吧？给自己洗脑说我要钱也可以，我要钱也可以，我要钱也可以，不是谁都要钱也可以的，这是一种能力啊。一生只追求金钱利禄的人，他是一种能力啊。90%的凡夫俗子都是做不到的，90%的凡夫俗子他追求的都是七情六欲，明白吗？七情六欲是凡夫俗子追求的呀。所以呢，我们听别人的故事啊，给方案也是这样的，不要觉得啊你怎么这么傻呀，拿他的钱干什么不好啊，也不要这样。他的命你负不了责，
她要把那个男人钉在耻辱柱上的时候，谁为她负责？谁为她负责？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所有的关于金贵的关系，关于连麦啊，关于情感咨询，关于我们的书的所有一切的问题，大家都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去，好吗？去问啊。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是在周四的晚上6点。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拜拜。